双弹飞轮的幸运儿。不过感觉 ACT 这边还在考虑他们的一个双监管怎么去轮换。是的，因为上周其实是九幽那边首发嘛，如果说是，然后园丁是选在了帐篷，桥上直接就不选了，放一个木偶，然后外面的话可以去许愿一个机械玩偶了。反正你起点的那个本来就是可以去先翻个箱。是的，幸运儿甚至可以往桥上跑一跑，他可以先去翻一个箱，上来直接去往终点找木偶。木偶这上来就可以先去逼迫一下围龙了。不过这边的话身位会稍微有点近。对，反正只要不被拿到平移刀就行。可能也是考虑到说，因为你牵制跛脚的话，可能还是要考虑在板区里面牵制。是的，钻过来就变身，硬拆围龙，看能不能拆完之后感觉有点来不及啊。太极限了，还是补上了一刀。其实这个身位是可能有点够呛。有点拉不开呀、这个位置甚至还是能再逼一次变身的。对，这个地方的话，直接交龙把你逼回来，这里可能都还要再交一次。那你整体的牵制时间其实不会说特别久，只能去到2枚一窗。现在留言力值还够，那这个位置是直接被架死了，跑不了了，直接倒了。其实现在的话，闪现都还没好。牵制时间是不太够的。园丁这边带了一个化险为夷，大副这边也带了化险为夷。也就是说，救下来你木偶是没有办法依靠自己的技能去再进行牵制的。是的，沉默人的话现在是直接贴过来了，想原地续盾，靠无伤，没能续出来，那就是一个无敌盾了，秒盾。想再等一会儿，还想再压一下淘汰进度条。是，因为现在才刚挂，如果现在直接救了的话，相当于浪费了个20秒的淘汰进度时间。还可以再卡一卡，把盾续出来，直接无伤。无伤救下来，让木偶师直接往一个角落去倒，因为这化险为夷你肯定是撑不过去，也很难去撑。园丁要是帮你去扛，那你这化险为夷要是没再撑过去，这个节奏相当于又续上了一波。你压满的话，可以让大副过来卡，因为大副鬼屋那台是已经解放出来了。可是同样的还是有化险为夷，这个木偶师下来还是牵制不了，也比较难受。但是还是得有人过来卡。如果说你不卡的话，可能一会儿被续节奏会续的比较快一些，所以大副还是得修完密码机，赶紧先过桥。是的，这化险为夷只能是用来拖一下时间了。第一波牵制以及下来都没有机会把这个闪现给他吃出来，可能一会儿第二个牵制的人也会说压力很大。大副这边能不能少丢一些状态了？一直想尝试着看能不能拿到大副的伤害。那不过这的话是龙子拆掉了，再过来感觉是稍微给了一点机会，这一想补个头，但是被抽到了。一波无伤，那这样接下来追园丁也好，还是追大副，你其实他们都是有一些技能自己去进行牵制的嘛。是的，加上这一把的话，其实也是跟我们赛前说的一个打法差不多嘛。起点是放了一个机械玩偶的。是的。幸运儿这边也是带了一个回光返照的，等一下自己再摸一些保命道具，其实就可以了。娃娃的一个耐久是足够修掉2战的那台密码机的，能修开，但是娃娃用来贴不了门了。不太够。但其实能修开的话，已经是完成了幸运儿的第一个任务了。没错，沉默人这边是想要去碰鬼屋后，因为他这里是需要躲一躲的。但真人9这边还是意识到了，直接就是冲着沉默人那边去。现在才狗的话有点有晚吧，因为他蹲的一个时间其实是得晃半天了，然后才蹲的。没错，地方不太好跑了。再让大副先续个盾，然后白纸那边是翻了一个信号枪。看谁比较近了？如果说是幸运儿比较近的话，可以让幸运儿来救。啊，幸运儿应该是比较近的，让幸运儿来救。已经贴过来了，对，是从起点站附近绕过来。大概率会先挂上，挂上之后再传。因为在真正9的现在心里可能认为终点这边就是一个幸运儿，他可能会传了，他想要去争个节奏。一旦终点这边是个幸运儿的话，把你击倒了，再打一个来回混场，这一局他就有机会去争3。但可惜的是，你来到中场，你这边碰到是一个大副，大副那边直接拉走了，跑到帐篷那边去，也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去抓了。对，现在的话可以说把起点那边先放一个园丁，然后幸运儿直接过桥，是园丁起新密码机，然后幸运儿过来看一下是救人还是说去给终点密码机的压力，看能不能再给大副补个道具。现在香水，它是香水枪，还有一个怀表，看能不能把怀表给他了。
因为大副现在手上是没有道具了，等一下就算你密码机压好了，他下来他也牵制不动。其实南这边已经是拖了挺久的一个时间了，但这里有但是真人9可以挂地下室啊。是的，赶紧捡的道具过来吧。捡道具过来看。不过还好，其实他容错还是挺高的，因为他道具都挺好的。有香水，救人倒是压力不大。香水表再加个枪，怎么也能救下来了吧？虽然说我讲的一个地下室比较强，没错，这表是留给大副的。然后自己拎着一个香水外加枪过来，想硬拆，但这有2个围龙，硬打。愿力值这里再补，密码机现在是够的，现在就看这个大副能不能成功把这个怀表给捡到了。那怀表的话是留在了外面，所以可能说还要一点时间，先爬出来再说。一直想打入一刀，但这样也同时是消耗自己的愿力值。是的，就来。如果反照的话可以直接出去，然后白纸殿后先开一把枪。那这样捡了怀表，只能在监管者心里是认为大副你手上还是没有道具的，所以我就接着抓你。那你摇了怀表，我就可以转头先抓一下信远儿。哎，围龙的话，大副有没有可能是帮忙拆的？好像拆不了，因为把大副好像是圈在了外边。是，但这边还在走位，还有机会的，毕竟是个半状态，手上还有传送。现在是靠了一个终点门，起点门已经是差不多要开掉了，挂完就开了。起点门是能走，但是南的位置比较难跑啊。感觉这把的话真的是比较艰难了，地窖的一个位置可能也不太好走。这里好像还是能看到的，因为正好是在桥的对面，能看到吗？真人9好像没看到，没看到了，那就先排一下终点的位置，有没有说大副绕过去？那这个起点要直接冲吗？我最好是不要冲。现在监控者可能会盘一下鬼屋，如果说没有耳鸣，他就会直接传起点。是的，真人9那边其实也是很清楚啊，他对于一个排点的把握，我觉得还是非常精准的。是的，因为他也觉得说终点没有，那你可能会绕鬼屋桥过去，但是排雷圈也没看到，所以现在真人9有点不太知道说这个大副到哪去了。现在这个传送要不要交？因为其实这个就是对求生者的一个心理博弈嘛，他觉得你可能会卡过来救，所以求生者那边也觉得你可能会传送起点门，他也不敢走。两边现在都是在拼这个耐心，直接传了。在等这个挽留，挽留现在还有27秒，袁天就在门口卡着。这个地方的话还有个玩偶的耳鸣。是的，趁着他去处理玩偶的这个时间，哎，这样就可以直接出门了。感觉可以摸过去了。真9是有点担心的，他怕对面是直接走地窖。那斗补的话还是扛住了这一波呀，因为这个选点其实拿的还是挺多的，胜率38%。这个剑师还会选起点吗？不好说。要不直接放个帐篷，直接赌一手，赌监管者不会选择一个红马的位置去骗监管者，或者说他选帐篷，把娃娃先放了之后自己走了，对，然后直接拉过去也可以。桥上是真不太好选，因为你这娃娃放了，他就可以顺手去解决。而且桥上的话，那些是比较好活了，好活了。而且鬼屋它的一个大副，我觉得现在可能说你开局不太好去追，如果想追的话，你本身9座外加机械是一个破译速度，可能追救人位都不太好去出手了。这密码机也同样比较快，想找到机械师可能比较麻烦，不太好找得到。你从这个鬼屋后的位置跑到一个桥上，其实机械师先去往起点，鬼屋的这边大副是不太好招惹的。所以只能去起点找一下魔术师，是的。但狗狗那边是选择了一手原地蹲，因为这个看能不能蹲过去。没错，车反正是做不了的，不如先藏一藏，能拖一点时间是一点时间。而且就算你找到之后，其实它也是有3个魔术棒可以进行牵制的。哎，这里的位置能盘到吗？感觉有点不太好排，但这里看到了。看这围龙怎么放了？但前期已经是苟了一个30秒，还行，挺赚的。不过你需要想想怎么去应对一个愿力会比较多的博小羊。这围龙总感觉有机会耗掉了，时间要到了。再补个围龙，但魔术棒这边也好了。是的，而且差的身位会比较多一点。再放，哎呦，还是没能拿到刀，那节奏会相对来说慢一些了。2个围龙都没拿到伤害，我一个飞轮进板。这里还没办法反钻，手上第3个魔术棒还可以再用。狗狗的牵制，还能放个魔术棒。全躲了，坏了！现在愿力也不够了，但是他是无所谓的呀，我无伤，我交道具就交呗。
刚刚那个板子他也不太敢翻，因为他不知道这个监控阵有没有带闪现的可能。这个牵制的话，可能看下来失常都不好用出来了。拿完这一刀，但自己的愿力值还没有办法补上，所以现在求生者我还可以再拖一些时间。是的，桥上的话还是机械玩偶那台密码机会比较快一些。这个密码机失常带的没有用啊，拆不掉收不到啊。这里还能再补。强骗。那那里的话，感觉放的围龙可能是有点不太舒服的位置。外围密码机密码机3台半了。啊，对，3台半，快4台。是的。这个机械师在外边进行破译，你这密码机也很难拦住了。你现在大副就算丢的状态丢的再多，他也能接受，甚至好像换的是伊森过来就让伊森先来。接过来了，因为伊森要去修鬼版的那台，然后11也过来了。11这边也来。反正尼闪的话，等机械师那边修完他就补就行了。这里的密码机先踹一脚，还好是踹到了2站的这一台，因为桥上那台肯定是踹不了了。那求生者也能接受啊，因为有个娃在外边，我密码机我还是能补上的。对，这一波救人的话，其实大副那边也是一个无伤嘛。对，再拖。鬼屋的密码机现在也在进行破译。再补到伤害。这也是完成了击倒。机械师现在也是控制自己的娃娃，把自己的密码机补掉之后，可以再去1到2站，顺便去看下来会比较偏平局多一点。对，因为现在密码机被踹了一脚之后，稍微有点不太够。没错。再补一刀，给个化血位移，接下来可以去帮忙扛了。想要去打木偶师的一个手椅，选择了变身。但阅历的话还能再交一个围龙。其实现在有点危险了呀。他的淘汰进度条其实有点满，哎呦，时间到了，打飞了，然后你这个人救不了呀。我是认为刚刚可以不用变身，你那个伤害吃也就吃了，就是围龙里边的伤害，真实伤害直接吃掉了，然后你可以借这个围龙破碎的时候去救。对，因为你是得保证说你至少把这个人救下来，开了这个圈，我密码机才有机会能够。你现在直接把人挂到了鬼板，然后那边密码机也还差。梦幻小明那边可以去先赶一下11。没错。局面上其实还会给到监控者一定的机会去争个3，因为现在不论是机械师本体还是这个娃娃都没有办法及时去贴到终点门。是的，而且你救完人之后，其实11那边也是要考虑说他要有一个跑图的空间，有机会说传终点是能拦下来的。然后再拖一拖，拖一下机械师这边走到门口，吃一刀救下来。木偶师这边也是有牵制的能力。是的，现在就是看他拖的一个时间了，先把大副击倒，想憋大副的怀表，往起点那边去。那就先处理一下吧，可能还是说你先处理一个人的容错会更高一些。而且伊森那边也没有打算去点了，这个位置哦，但是被透到了，贴到了脸上，但是脸上还有个娃娃，这娃娃还可以给他压力的，能击倒吗？是能击倒的，大副现在还没有跑远。看一下这边是直接想过桥，挂上之后再接移形。娃娃这里还能给他压力，不能给他汽油刀。而且娃娃那边的耐久感觉还能稍微再卡一下这个人，能卡。所以是直接把娃娃贴过来，移形击到脸上，先解决娃娃。但他移形的话是吓到了这个大副，大副往回走了。但这个围龙，这个围龙感觉来不及吧？哇，好极限！这个围龙其实就算是放成功，我觉得倒是兴奋跟闪都还行。这个阵容它是比较容易去打一个陷阱洞的，一旦要是连钻，这路头炸一半。但你可以不去那个陷阱洞。是的，因为他陷阱洞的话，对于祭司来说也是一定要去，就是付出2个洞的一个损耗嘛。是的。还以为，而且要打好了，你不能说是单打了一面，他只是钻过去没吸过去。对，这种就是害自己的。你还不如连钻2个，如果是这样的话。是的。看带的会不会是有移形，还是说是闪现轻跑？好，进入到比赛画面，上来是可以先去往窗口下个夹子，先埋个伏笔。但两边的人都已经拉得挺远的了。是。再去往中场。这个点的话是11那边也得去防的。对。想要回头去找祭司。也是看到脚印了，听到盖板声音了。哎呦，这个点的话是绕了一波大的。哎呦，洞先给下了出来，那边路口2个洞直接交完，只能往左边走。但这个该吃的刀还是会吃到啊，而且你第3个洞的充能是暂时出不来的。对，
先勾过来，那个地方还有个夹，那只这能往窗口墓地里面也玩去转不了了。这个地方的话，他要不坐车？对，只能坐车了，因为他右边没有洞，然后窗口有夹。他自己其实想了一想，如果说直接硬过去的话，你刚刚是从墓地里面出来，肯定会下夹子的。对，直接在终点站去等一下祭司，下来就没了。这个倒地时间，佣兵、红结合、密码机其实都被干扰了的，加起来一台吧，1台出头。而且你佣兵现在得动了呀，节奏很差，你中场那台机没破掉，一会儿可能还要被守。有点急了。你中间或者说是还有红结合的人都没有被抓呢，着急跑到 S 板。还被通缉了。对，这点位主要是实在太差了。你如果说是在甲门，我觉得可能还更好溜入头一点。你跑到这个 S 板，这个洞着急打出来，你没有什么其他的点位可转。觉得最关键的还是佣兵那波跑点吧，因为他跑点了之后没人帮祭司看反绕，然后他就被反绕了。这里甚至还是不太好跑，只是带了一个双弹，倒在角落，甚至还考虑不要给到二阶，勾回来还是有二阶了。这个节奏太优了呀！气象可能也要被逼得过来救一次啊。2挂祭司2台，是的，想要照一波暖雨吗？暖雨照了出来，但是这个位置好尴尬呀。对啊，他挂回去挂到你脸上，你咋回呢？回不了，又给挂了回来。这个而且现在你救也就救了，我可以先处理一下佣兵。我觉得我现在有时间去处理这个佣兵，我加个钩也行啊。是的。然后再去改一下你的身位。哎呦，这个勾空了。那有没有状态能回？这样的话就可以回去硬回一波。是的。只不过下来之后，其实你的祭司不太好去溜。如果你要溜的话，队友一定得帮，甚至得帮忙扛一个钩，不然你的钩不就没了吗？你如果不太去考虑帮忙扛钩的话，其实这个祭司2个洞是用不出来的。是的。就你光是一波强风，它不够。那这2个人其实都有点危险，不论是11还是心焰。现在一个移形可以直接抓心焰。是的，直接是选择移形。去了心焰的脸上，心焰这边是一个强风，一个预判风，没事，忍了。反正他现在是有一个愤怒链爪的。对。哎呦，勾空了。这个2阶其实可以一直勾墙体的。是这样，不过也还行吧。对，因为现在节奏确实太好了，密码机太少。梦幻小明现在只要能把气象击倒了，他现在就是一个非常接近一个慢性四抓的。而且你佣兵如果敢过来卡人，那我肯定是拿你一勾加1刀，对，尽量的去摊，把它摊到一个去倒地的状态。这里还有波地下室，这节奏哪怕佣兵过来救无伤都无所谓的，只要他手里一直以上有人就行。你现在的话，我挂完人出来一看，你2台密码机如果都在抖，那我就出来了呀。出来可以直接找，我都不让你修。对。修到说你那边有人撒手了，我再回头直接拉钩出去吧。去往中场。是的，一看11那边还在修，那我直接去压迫狗狗的走位。狗狗点位跑不了，只能先放球拦下去路，不放，打到后边，直接挡住。哦，但这里的话想蹭一下是被先打了1刀，然后回头一看11那边还在修，那这个气象0个人在管，那我继续追狗狗了。对的。这个密码机一直破译，我就可以专心的去抓这个狗狗。反正你修完也还差1整台。对，现在根本就跑不了。这个实在是差的太多了。像这个密码机，我觉得有点太着急去破译了。不知道他去那个 S 板，可能是想卡这个视野。而你还差1整台。11点位也是想藏一藏，但自己的密码机刚破译完，很难藏吧。先布个夹子，防止一下开门战。再空个钩子。是，再等个10秒吧。早空早 CD。对。也能接受吧。CD 比较快，还差1整台呢。不至于说让这个佣兵牵制到密码机好了，还能开门吧？对，一勾到墙上，造成减速，再一勾。2个钩已经出来了。就一直勾嘛。早勾早 CD。他怎么那么喜欢勾那些低矮建筑物的中间？其实可以一直勾墙铁的。是。没事，反正也是差1台新机，因为你甲门那台肯定是要被占住了。对，勾走好了，再一勾回来，完成击倒。佣兵现在破译密码机，他也没有办法做到。你敢破译的话，我就可以保在前中场，然后再去管你。哎，他是可以去牵着找的。进去中场。你就算摇下来了，其实还是说遗产在甲门，现在也没人去修。对。
兵现在也是在摸道具，已经7-2名了。这个位置7-2名，那只能说是你是在摸这个箱子了。对，而且他是确认了一眼佣兵的位置，选择回去先找一下狗狗。那就先布个夹子，布个夹子，然后再签。想直接挂了，挂了，然后直接找佣兵，很自信，认为自己60秒内是能直接解决掉佣兵的。一个护腕，他刚刚好像又摸出来一个道具，还有一个护腕。对，就是那个护腕。手上有2个。想卡一波地下室，这个脚印但漏了吧？是漏了脚印了，大大的有。哎，但是又回头了。你觉得那个脚印在这，你能去拿吗？对吗？对，他先确认了一下佣兵的位置，再下来找。只能是在地下室弹个护腕弹出来，但是弹的并不远。这再一勾回来，这边可以打一个落地刀吗？没有打成功。那这样的话也是完成一波4抓，在第2局的上半场，梦幻小明是率先拿了一波4抓，倒还好。加只鸟，再加一个囚徒、飞行家这种，佣兵也都能出圈的。这个一鸟到时候能保护到不护，然后先知往那边去赶。伊斯人的话，肯定还是会去先冲中场的嘛。看囚徒这边会不会往红娘河这边走了？如果说是往红娘河那边走的话，飞行家就可以直接往独栋脸上去。上来是先将是直接拉到中场的位置。是的，把中场先干扰一波，先赶走。中场这边也没有刷密码机，独栋这边是刷2台的。是的，城在那边是没有选择继续拉点，是选择在2楼直接开始修。但这个陶片没有卡到下面去啊，没卡成功，或者说可能自己还没来得及。他刚刚是已经站定了一下，但是可能没对准。对。但是在那个地方，你本体光压迫的话，其实还是能去再拖一点时间的。伊斯人的话，现在又在白纸的那边，先给他寄生一下。这里可是有点危险了，给到亲人度已经60了。这个伊斯人再招回来。但白纸那边其实也说，就是也是没有直接在修。对，打算直接预判了。哎呦，预判到了，那这第1刀就能直接拿到了。反正这刀有点短了，那现在有交鸟或者飞轮的机会了。对，鸟不打算交，打算再留一留。反正也有弹射，对，那个地方可以翻窗再绕一下。是直接去往墓地，墓地也是没有自己的队友的，所以说他并不会干扰到密码机。加上你在墓地的话，其实一组本相可能不太好去上。再干扰一波南。南现在其实就可以不管了，直接硬修，你传过来就传过来了。这个地方的话，得去看看这个闪现了。但鸟没能交得出来，那就只能留到下一波。佣兵在甲门赶过来的速度有点难，不如让飞行家来救吧，让飞行家来了。囚徒这下就先放着吧。囚徒现在只能在外边进行破译，看下来一会儿再去修就好了。反正你远程能够连电嘛，你先起一台新机，然后一会儿再把遗产补开。陈某人现在贴过来了。这个闪现是没逼出来的，这个下乙其实牵制也有点难做到，这个鸟可能会被骗。看一下这波救人上面的博弈，现在已经有80的一个清晰度了，有点危险了。哦，还行，现在救出来了。来得及吗？来得及交喷气背包吗？哦，来得及，来得及。而且这一波的话，先知还有机会，这里得预判一波闪。真九这边位置好像是想骗一样，但你这个已经是拉开了，那就再等一等。但是我现在密码机其实是有机会，就3台左右嘛，我觉得他可以直接先把这个技能给他交了，该交交，你拖时间也行嘛。直接交，硬拖。因为你如果说一直省到后面，你可能飞了都还没交出来，我觉得这样的话就不太好了。还是能再完成击倒，闪现还是能省，但时间是拖出来了个10秒多了。因为他这个牵制其实跟他吃出来闪现的一个时间上面是差不多的。对。但是你现在技能是没吃，不过外面考虑到有个囚徒，密码机还是有机会能够再拖一点。右面还是能再给个化险为夷。是的，这里的话是过来再拿到了囚徒1刀。但南这边还没有来，囚徒吃这1刀就会有点亏了。能让监控者这边能再拿到南的1刀伤害，先弹过来，直接出。这囚徒那边也是叠满侵蚀度了，对，所以现在的话得先去拆一下。现在这边依靠双弹，想要直接带走，带到红星河，带到墓地。
现在真人九想要去击倒承载，可能还是会把这个闪现给他击出来，不然的话拖太久了呀。是的，密码机现在是差2个半台，第4人然后再去控场。2楼已经是2个人在抢了。是。而且如果你先要去管2楼那边，囚徒可以优先再传一点过来。这个2楼不太好开啊，只能先翻下来了。密码机现在还在传，先传上来之后把这个线给踩断，不能让它再连接了。再连接这些密码机一旦起量，外面密码机很难控。对，但他现在可以先连外面嘛，然后先把独栋那台修开，现在就反过来了。然后一会儿等我的一个连电 CD 好了之后，我再反过来去连一下2楼的那台密码机。再找机会。现在监管者是必须要把自己的闪现拖出来的，你没有闪现是很难抓到这几个人的刀。而且现在的话，其实你放在外面的是佣兵跟飞行家，都是有一手回光返照的。他如果说能够抓住这个没有回光返照的囚徒，可能还能稍微舒服点。是。但如果说抓不到，然后佣兵那边又有户外，可能你拖出来一个时间，我觉得也是能够说这个密码机有机会够的。2层阁楼这边密码机是81。2楼现在有点不太好开了。不太好开，可以先挂佣兵，挂佣兵之后，我可以再利用1、4人再把你2楼给你圈住。而且囚徒他来的一个时间没那么快，所以就有一个去控2楼的机会。2楼本身也是有一个陶片的，它是外连的。面掀起那台50，他连了墓地到2层阁楼这边密码机，能把这个2层阁楼给他压的差不太多。是，但囚徒不能救人啊，囚徒没有回光返照，只能让飞行家来。但你要换位的话，感觉2楼这台机有机会被占住。这一次还没有卡成功，又卡在2楼。是2楼现在2个陶片，而且你这个走位其实是会卡在两个就是来救人的路上的。看一下这波有没有机会能救，一个弹射过去，感觉如果能救的话，可以直接开。打断了一次，先针对囚徒。这边密码机也是直接亮，但你这个囚徒是已经倒地的。1、4人现在可以再控一下门，那也还行，因为佣兵那边是满状态，佣兵有2个护腕还能卡人。那这样的话，其实陈某人如果去另一个门，佣兵在这边给压力，还有点机会。那这2个人现在点位拉扯不开啊，得绕一下了。反正你囚徒是一个满挂嘛，他们想要去近点这个门吗？近点这个门不太能点吧？点不了。我觉得可能去点另一个门会相对来说好一点点，因为你近点这个门是1、4人跟本体都能守的。是的，真不如就是说你校门贴一个，墓地门贴一个，是啊，这样能逼得真人9他必须要去传到一个门。这把只要跑一个呀，对，莫小明那边4抓了。现在想起来了，南终于是跑到独栋门去了，只放一个陈某人在这边卡。现在已经是他的护腕已经贴了门。飞行家现在想要强行过来给压力，让你这个监守者没有时间去管这个学校门。是的，但1、4人的话，现在过去南那边也还是一个满状态，虽然说护腕是已经交完了，是硬救就好了。趁你过去的时候，直接是救了下来。但门开了呀！开了，而且这个时候佣兵直接满状态吃一刀出去了，是，因为人还没捞着。这2个人等一下飞轮也能还好，飞行家到时候如果说能再藏起来摸个道具，这一局有可能3人完成3出的。是的，你现在的话其实可能还是优先要去管门，但你管门其实另一个人能够赶过去啊，他能绕一圈过去。是，一会儿我拖一个挽留就行了，我实在不行我就拖吧。哎，这里再一喷到70度，但你没有2阶呀，没有2阶你是拦不住这个飞行家的，飞行家是能走。先把1、4人拖过去。囚徒这个轻度是不太好躲的，但是手上有飞轮有电。看一下地窖的位置是离得比较近，但是他是2边去压迫他的一个走位，飞轮还有7秒。地窖了，先交一个电，爆窗台在手，打了个恐惧震慑。那这样也是完成了一个平局，最后求生者也是比较果断了。没错。真人9他其实后手之前也有打过这个爱哭鬼，但是这个角色可能还是太想封大房，密码机。那你心里的话，其实这里开局可以直接就开始拉点了。我先去大门废墟，有机会我再转一个大房，大房还有人接应。那监护者得拼4抓呀。且心里你就算说拉到一个火，好，进入到比赛画面上来是先去找往心里。但找心里的话，肯定是小树林直接冲着大门去了。对。而且你弹射一用出来，一会儿你绕一圈，该去大房的时候肯定又好了。是的，真的很难受。这双弹飞轮心理啊，抓了这个难度更上了一层啊。而且选出来乌鬼求生者就可以选择到时候不救的。这个地方想直接通过一个反弹就往大房冲，不太想在大门废墟逗留过久的时间。
只要不吃鬼火就行，不吃鬼火就是硬吃平一刀，这里的话有一波拉火的机会，是有的。哎，没拉到，不要的话就能进大房了。这大房是可以的，冒险家现在已经是在破译到了一个41。其实这个正常的牵制节奏，你一刀一刀下来也3台了。这大房还能绕一圈呢，飞轮也好了。你到时候这个鬼火在一出现的时候，可以拿飞轮直接回避。哦呦，这是直接拉到一下，预判很准。这个抽到大奖了。是。这里有一个闪，有闪。那这个现在一击还没结束，先等一等。还能加速回来，这里还有个拉紫火的机会。哎呦，没能抽到刀，好像是被那前面，对，前面有一个拉紫火的机会，看一下这波。小飞轮，飞轮破掉了。直接闪现过来，跟一刀密码机差不多3台。那闪交了，其实就可以不救了。过来卡一下吧，反正大房的话，我觉得卡的机会还是挺多的。如果说是为了保平，冒险家在外边，我就可以到时候强行破一些树叶。这局面你这个密码机是很难去破的，就很难去控制。就硬修。冒险家就一直在外面挖树叶就行了。对。现在这个卖掉的座椅时间，监管者不敢出来，就是你最舒服的能够去挖树叶的时间。没错。那你修开小说家的那台之后，小说家可以贴过来了，再把真真九给它卡回来。冒险家挖完一本还能再挖一本，他甚至能挖出来都不需要压。根本就不需要压，我爆点了你不敢过来抓。对啊，都没时间过来。是的，你一旦抓了，这个心里可能就被放跑了，到时候能不能再找到这另外一说。现在南已经骑猪过来了。想要压满再救吗？压满救也可以。如果说压满救，冒险家那边密码机我能破译的更多了。对，压满救的话，冒险家能够挖2本密码树叶。敢救吗？还是想试试的？有人过来了。哎，这样飞轮失误了。是的，但是白纸也过来了。那这样救人当然有点极限了，别被打到震慑就行。还行，人是救下来了，然后人也都跑掉了。是。这样的话就是拖一个化险为夷的时间就行。必须要先抓心理。而且白纸他的那个第2本书页在大房，所以过来一下可以继续原地去挖一下密码书页，心理那边先拉走。冒险家密码机拦不住，那边60的密码机现在还有一个20秒，密码机好像是修不开的。对，野人那边再去修一点，冒险家可以出来把书页给他用了。大房肯定拦不住，他这个传送体直接用了大门。他可能是想控一下大房，他觉得大房我来得及，但是大房我能密码书页会直接开呀。再想着管大门密码机可就亮了，你先传大门。传了也不太影响吧，因为传送过来的话其实是一个小说家，现在就是他们没有回光返照这个点会有点难受，但是因为有个冒险家那边可以先调状态，因为刚刚2个人都是在大房的嘛。你反正顶着这个没有回光返照的说法来说，最好就是2个人先去调状态。是的，现在就是能多拖1秒是1秒，拖到那边2个人的状态都补满。是的，那你2个人在大房补的话，可以让小说家先倒到木屋那边去，看你管不管。你如果不管，我大门就要开了，因为他的树叶是可以把这个大门密码机秒了的。对他不敢接着追，哪怕小木是个地下室，你只要深追了，冒险家到时候把自己的树叶就强行按到大门，我亮了就开门。对，而且如果说容错实在不够的话，可以考虑说我连冒险家的状态都给他调了，因为真人9那边不太能够放开大门废墟这一台的。对。求生者现在是能接受自己跑1个的。那野人那边的猪还有很久啊，没错，他一直架在这里，你处理不掉，甚至还是处理不到外围，木屋又在起心机。对，飞轮马上也要好了，还剩一个4秒。一个冲刺，有飞轮，哎，拉到了，但是影响不大。然后再把这个飞轮省一省吧。密码机现在压好了，可以直接开，右边还有一个板子可以玩。因为这个板子开局时候没清掉。对的，这个传送虽说是能拖出来，但我中场卡一个人，你敢传吗？那这样的话就直接倒在角落，还有个飞轮呢。是，就倒角落。月亮门就现在就头顶硬开，你传不传？你传的话，那我这边可以换另外一个人去贴这边的大门。是的，这边也是赶紧冒险家跑到大门那边去，而且你翻窗这一波是处理不掉小说家的。对，小说家也还有一个飞轮。飞轮倒远一点，那这样大门也是能点开的。野人现在也是能起来直接走大门的。那这样就倒在门旁边，对，能够拦不住了。这个平局是一定了的，因为手上现在你是有一个加速，但是你这个加速你跑不到这个大门，拦不到的。他就算距离比较长的话，其实也要滑过去嘛。对，
所以大门那边是管不到了，这边直接让冒险家点完这个门就可以直接跑了。爱护会打这个阵容，除非你是能上来直接逮到这个冒险家，要不然你是很难去破译到一个有4抓的面。是的，那最终的话也是双方打成一个平局。是，这样平你本来也是能控制的。要太兴奋吗？你要为了求稳够吗，怕他们出事，够用吗？肯定是不够用。你这个前锋加古董杀，再加上一个星源的枪，甚至星源他有可能不摸枪，他摸什么？他摸手电筒。对对对，他拿手电筒一直在旁边跟你照，你这个猫你就放不出来。他最烦的其实就这一点。所以说星源他也是有可能会过来进行 OB 的。但如果不带的话，好像别的也差不了太多。移形，因为你想想，如果你说，因为被 OB 所以拉开了一个距离，然后再补回去，你 OB 位是到不了的，除非那边有人接应。没错。那看一下这一把是一个右 T 的选择，中场的幸运儿，然后大防，大防，大防就可以直接去找古董商了。该来的总是会来的。你这个 OB 位。会找古董商，还是说是直接绕路去找这个星源的？看前锋者的选择吧。如果说是他觉得古董商我比较好针对，我能提前给你击倒了，或者说能给你针对死，那就可以去打这种古董商针对。不过这个点的话，你开局找幸运儿，幸运儿的那个中场的箱子也是可以直接先开的。就如果他想开，他可以先开。是的。上来先碰猫，赶一下距离。去大门吗？去大门找飞行家。那谁修机呢？幸运儿修机。幸运儿古董商。两个都可以直接进行破译了，但飞行家可能一开始想要说，我这把要修3台，现在要改目标了，他要牵制3台了。这里先放猫，把路给堵死，然后这样是直接给综合掉，这样技能是没有办法直接先使用了。可以吸一个蓄力刀，不敢翻，翻了就震慑。对，但你开局相当于是第一只猫就已经拿到刀了嘛，还是很赚的。得需要队友来帮忙了，这个背包提前用吧，玄天先交。是的，已经是交了一个大喷，直接到大防。是不是得先让前锋或者说是古董商来的，还是说自己大防绕一圈再去找星源帮忙呢？这个点要帮，只能古董商去帮，因为前锋当时选点选在了墓有点远。哦，他想找星源了，星源现在直接带着自己的手电筒开始过来 OB 了，枪先交，先交枪，转到小木屋，哦，再交手电。是的，一套2连。这个2连招体系，你使徒其实都难接受。对，但是还得继续帮才行。所以他现在跑到木屋去了，让前锋去帮。星源现在就可以走了，然后自己去摸出来把密码机再提高破译。哎，但是位置好像有点被反绕到了吗？有点被反绕到了。下，但是前锋还在旁边。交了个闪，把飞行家先击倒。那这个时候我只要说等个猫就行了。这个交流其实还是有点难受啊。感觉他们那边应该是爆了，对，就是已经爆了点说要回头之类的。爆了，位置还是被拉近了许多，没办法撞。这猫的 CT 时间来得及撞救吗？好像来不太及。现在猫才掉。那你要是说卡着就有飞行家下来，这个喷气背包它也不太好用。而且先拿了一下前锋的状态，因为他那边其实也没有关系嘛。拉出的距离并不是特先别远。但你这边是包他想以命换命呀。是的，前锋这边是属于没办法，他想拿命换，再拉一波球逼你打他。你只要打了他，那这边飞行家我就能直接跑到大防，我能拉远，我换人挂。换出来把这个飞行家。因为我前锋这边还有半颗球，换一个挂他就能拖到你前锋者的一些节奏，所以说前锋这一波他是故意的。那你故意的话，可以先把飞行家调了之后，把他的化险为夷解放出来，然后古董商反正本来也在沙包里面修。对的，先来一刀，哦呦，3次机关枪，这样打的还有一个7秒，没有办法出刀，猫看能不能先吃掉，全部吃掉了。哇，小明反正现在也就等，你敢救我就直接放猫。效果已经掉了。还要再博弈，等一下再放猫，直接救，然后前锋再拉球保自己。这球拉光了呀！幸运儿等一下还要再给他递道具吧？没事，反正命比球重要一点。对，他这个球已经是保了，队友又保了自己了。是，古董山现在只能跟着保。我感觉好像刚没爆点的，好像今天 ACT 的一个爆点有点不太及时啊。
然后现在也是一个古董商拿命换前锋的节奏，但你现在机关枪已经没剩多少了呀，你现在只能再打2个了。他其实现在就是不想要开门战之前，或者是开门战的时候有个上挂飞，对，所以他们是一直想要去轮番这么保人。但是这个保人的话，还是让前锋变成一个上挂飞了。对你保了保区，密码机它还不够，而且这台木屋的你不好开呀、是我一个沉默你又修不了了，你外面得调人过来才行。你现在这个古董商还要挨一刀，一直在被动喝，这个密码机根本破译不了，机关枪也不敢用，因为你现在用了，到时候开门战你没有什么道具能去帮助到自己的队友，你不能说是依靠幸运儿的这个手电筒去帮。伊森是交飞行器过来，别化险为夷，得帮忙硬扛。这波就不要想着去管密码机了，直接找前锋。对，就抓前锋，我就站定，到指哪打哪就行了。那这样前锋就拦不住了呀。而且前锋他没回光返照，全场唯一没回光返照的人。我就直接牵就行了呀，你照不晕他的。想最后一波慢翻，再给他照晕，但摸不起来啊。没事，你照吧，你也起不来。对，我就算这个密码机一开，你前锋难道就能直接弹起来吗？那这样淘汰直接挂飞了。现在还能再去争一下，争个平局出来，因为他现在闪现还在手，一拉猫过去的话，感觉2段跳是有机会去拦一下的。勾勾不太好跑，这个护腕底提早用，弹到了左边，手里还可以跟闪，看这飞轮能不能防了。手电筒直接照，不让你用一个闪现距离，但你用了手电筒，这个飞轮就没有办法及时能交出来。那这有个地下室，你想稳保平的话，直接把它挂地下室就行了。对。反正在第一个挂飞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可以恭喜他斗武这边获胜了嘛。这边先挂，应该没有太大的一个想正面了。在底下等着吧。对，等他们点完门出门就行了。是，因为也没有争的一个空间了。拦肯定是拦不住了，那现在就可以直接恭喜斗武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今天的斗武其实是保住了他们上周的一个状态。对，今天他们的这个我的笼子，没错。当然考虑是这么一考虑，但是这边地图毕竟是 GW 选的，对吧？万一他们就已经加强训练了，我就是受伤人，或者说我被追击人，我在3连这个方向我就牵制起来，那其实宠爱还是会比较难受的。对，他就是一个阳谋嘛，我就是用这张地图让你波将不好发挥。那宠爱的想法就是我处理这个点，他先站住，然后往外去打是没有问题的。对，直接选到了气象学家的话，感觉可能要先追气象学家了。他也有可能追莫尔什，因为这样把莫尔什赶到3连啊，我们注意看，就是小推是被封的，那飞行家他只能在2号或者要么就在4号。好的，这里是直接冲着花园去了，果然是想把莫尔斯逼一下，甚至说他也有可能中途转向去偷袭一下这个前锋，看一下前锋会不会在中场附近。但前锋的位置已经拉到了人皇。这边狮子也没有往3连去啊，他知道我带过去一定会干扰队友。没错。那宠爱这里直接找到了周末的飞行家，看一下利用这个3连的板区能不能舒服的进行一个牵制。对，这个板子可以提前先踩也没问题的。而且愿力其实现在攒的比较多。的钻过去没有跟钻到，那背包直接已经交掉了。第3段还能反钻，能废掉吗？刚好掉了，而且没有拿到任何伤害。是的，而且平地刀还没有拿到，再补一个笼子。这里就是一个博奖比较难处理的复杂板区。是的，哎呦，钻过来以后，2个笼子都还是没有拿到任何伤害，我感觉可以先把这些板子处理一下。其实博小羊最难追的地方就是3连了，因为他的板区要强太多了。对，八字走位过去，你不一定能够拿到刀，对，被迫闪现开了。身上愿力值马上够放一个笼子。对，周末这里是没有飞轮的，那他的悬敌是好的。道具还在 CD 中，所以这一波是有机会能够打倒。看他钻了过来，但是没有完全罩住。对，没有关到。对，星辰已经直接过来上班了，因为你已经交过闪现了。那这下是真难受了，因为这一下宠爱身上愿力值不够。这个点位平地先拿一刀。先平 A 了，因为愿力也是不太够的。是。而且再交这个笼子也不一定能打倒啊。他得想把飞行家罩在里面，然后得把星辰隔在外面。来了一波短板博弈，博弈非常好。对，2个人接头了。不过没来得及，要选择交道具，可能还是想着让队友帮忙 OB。不过这里愿力值够的话，你这波 OB 是没有太大效果的。对。直接撞了吗？这么赶？他其实那这里撞下来很舒服啊，你愿力值不够，没法立刻把飞行家给打倒。而且星辰还是可以继续一边拆龙一边帮忙 OB 的。对，那下一步我道具用出来，你不炸了吗？我这悬停加喷气背包，
宠爱这个龙很不再补一好架啊，波。想要让他远离这一边，是的，来看一下直，接先平 A， 不给平 A 的机会，星辰想直接交管前锋球走了。了。但前锋这个点位，就算拿一刀，他节奏已经拖得足够好了。没错，可以看到，穷者第4台已经80多了，第5他其实现在台前锋都不一定能找得到飞行家。没错。那把前锋打倒 ，OK， 等待你的是外面的3个化险为夷，甚至前锋他还是有道具的。这波你就算把人给打倒，那也不算能压住遗产，因为他脸上这破译的这个人，他就有化险为夷，可以让前锋带走。没错，不过飞行家这段时间是并没有去找到前锋的遗产，或者说破译新密码机。宠爱他自己节奏其实算乱愿力的话有点是不太够的，他如果交下来就没有办法秒前锋了，是，得再攒一攒。那穷者的话，巴不得你再多攒一攒，我可以拖一下前锋的一个淘汰进度。没错。外面飞行家也是接受到了气象的一个暖雨，正在回状态。现在宠爱想了想，也没法摊莫尔斯的状态了，是，还是回头去管前锋。但现在的话，感觉得管一下这台大遗产，想的比较大声。诶，但是在博弈哎呦还是没结束之前，还是能多摊了一点状态，那感觉可以把这个莫尔斯秒在遗产这里了。打了一手回马枪，可以秒莫了这一波。对，因为如果说脸上有人的话，他是有机会可以再切一手时长的，就他手上有遗产有人，直接打倒。还可以逼迫穷者在外面再多开机子。这里是明显看到是有一个3连的说法在。对，这里想着先挂上，然后再去找前锋吗？还是说直接不找了？因为这边暖雨进度应该是可以把人给回起来是的，。排一下谁会来救援，或者处理一下这些板子也可以。耳鸣响了，不太敢了。那对穷者来讲，他们手上还有化险为夷啊。打了一个风鹿龙。是的，飞轮在这边得拆龙啊。先下板。感觉不太好救。那闪现倒了呀。那2个人都倒到这台遗产上，只有一个飞行家好过来救人啊。就其实刚才被打一刀，你第一时间拆那个龙，然后再往前走，对吧？然后他那个找了一个时间下了个板，急了，导致自己没有办法快速的去贴近这个椅子了，然后风也空了。现在很尴尬了，要把所有的人都召集到这一台遗产以及这个准备要挂飞的莫尔斯这里来。是的，主要是莫尔斯这边是过半的。如果说打一波针对的话，虽然说已经没有闪现了，但现在可以随碰密码机或者打谁。没错，得看飞行家能不能。哦呦，精准的打到了前锋。是的，那现在气象交出了自己的绝处逢生，对于宠爱来讲，机会还是有的。这一波能不能拦住没有道具的飞行家？哎呦，一个跃龙没有完全越过来，是的，龙子要消了。接受平 A， 但是宠爱把所有的愿力都交过来要打这台遗产。是的，最关键的是他把莫尔斯给放出去了。莫尔斯那边能不能调整，跟前锋调整了一下，前锋摸了起来。莫尔斯已经跑到外面已经在破译新密码机了。反应的很快。这如果说把气象给打倒的话，他是没有绝处逢生的。然后他可以再回去挂飞行家。那现在他们把状态稍微补好了以后，穷者其实是缓了一口气的。是的，摸起来。但前锋现在是满状态。龙子拆掉了，那这个还是得管这个大遗产了。对，还是得管这个大遗产。主要还是宠爱刚才那一波，他在混乱中把所有的愿力用来打倒了飞行家，但是没有很快的打倒。他没有一个上椅节奏的话，穷者就不慌了。是的。再交球，再补个龙子。太复杂了，这个地形没有太多的一个视野。而且星辰牵制的很好啊，他一看那一波你会钻过来，直接放手钻龙。是，外面密码机是已经到90了的。没错。我还得想一想这个开门战要怎么打了。我觉得不能再交龙了，得走过去平 A， 先攒愿力，不能再这样子了。没错，他不着急出刀，也不着急交龙，反正就在那边等着。是的，等愿力。那穷者也拖得起，穷者的话就去摸道具，补一下自己的道具，可以摸道具，也可以有足够的时间贴门。是的，最终还是选择交了一个龙子。没错，但星辰的话是有回光返照的，而且手里还有道具，这里有飞轮的一个博弈，直接拉球，拉到了另外一头，这是一个单向走位，怎么说还行。这里手上还有飞轮，飞轮是提前交了，没错。那可以看到穷者那边的门已经80多了，这个对局应该是要完成一个3跑了。那求生者的话，这个前锋往这一挂，你肯定是管不掉外面了。没错，莫尔斯那边是可以扛挽留的一刀，那其他穷者也已经到了门内。
哇，有点没想到 GW 上来是只要下板，同时就有机会被我的双重惊喜给上到2颗球。那这样的话，我反而有机会反过来利用这个地形的优势。对的。他最后一手搬的是飞行家，我觉得其实目的性是。 到密码机封住，然后如果说把莫尔斯往3连那边逼，他也有可能进入一个1追2的节奏。没错，你这样子的话，一口气直接赶2个人，其实很赚。是的，因为你如果说去追教授的话，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张狂底牌加窥视者。是的，那这里是直接冲着小木屋去，稍微排一下，已经看到了莫尔斯的脚印。小蝶也是直接翻窗啊，往中场走。没错，那小天赋是纯点到了快踩啊。没错，那求生者方这边是带了2个化险为夷，然后有3个回游反照，教授带了飞轮加化险为夷。是，那打喧嚣其实就是这个点，你开局的话，就算你没有道具可以拉点，也是得往外跑的。没错，最终选择来追这个气象啊，这边躲了一手，但第2个双重惊喜还是拿到了1个球。对。 提前进入一个追节奏，这也得看一下要不要什么时候交强风。哎，是选择交层云，再次飞回了花园内部。再看下一波双重惊喜，因为现在身位只是拉的比较开，他得预判487的一个走位。是的，可能还是得贴近一点再放。没错，这里有一个交互碟的位置啊。哎呦！ 回身还是拿到了这一刀，一个空中飞人跟上，前面可以再上一个球吗？飞轮规避掉，拍了出来。这个点的话，插个眼可能就会把它架住了。没错。但487刚才交了一个强风以后，是给自己剩下了最后一点点气象瓶，这里可以再来一个层云，再次飞回花园。但这里是有一个空中飞人可以跟上的。是的，就看下一波的双重惊喜上球进度如何了。哎呦，躲得很好，是骗了一波走位。 他一直在预判487可能想要去接一个窗，没错，他把兔子移民的双重惊喜给骗出来了。是的，而且单板玩了很久，这样的话密码机如果倒地，将近要3台了。是，那这一波挂在了花园，挂花园。不过至少对于兔子移民来讲，这个气象它是没有一个26能力的，它不像什么教授莫尔斯这种从以上下来，它是有机会能够第2波进行牵制。是的，得预判一下救人的位置，直接发现了，先下土。 换一个窥视者，看一下求生者，应该但这里是一个声东击西，没错，还是想要再追小明，那边就无伤涛了。这里虽然无伤涛，但求生者也是出动了2位嘛，那花园是可以直接修的。是的，先用粘土舞台把他的速度给减下来，然后最后1秒打，想继续挂回花园这里干扰，因为他如果说挂在大推这里的话。 可能就不太能够干扰到花园的密码机了。他现在得考虑挂到外侧，然后过去插一个眼，这样的话影响一下求生者的破译。对，最后的2台密码机都已经在动了，这里的话需要套出一个化险为夷，得看一下能不能帮扛一点球吧。没错，选择过来再插一个眼，看一下，甚至看了一眼密码机的进度，所以还想用双重惊喜去追一下这个教授。 那边守墓人一直在掏，但是你对你掏的话，其实教授这里还是得被追啊。对，其实他等于是高强度帮扛压。对，所以在双重惊喜结束的一瞬间，可以看到求生者那边是把气象给掏了出去。是的，因为你没有双重惊喜了，你就没办法去追这气象。兔子移民他只能被迫换挂教授。他现在的想法就是我要把求生者的化险为夷都消耗掉，然后把这个人新挂的。 人给压到这台遗产上，没错。但是对于求生者来讲，他们外围去其实可以立刻开新的，对。对，也有机会够。对，所以兔子移民他现在这一手底牌他也不能贸然切。是的，他现在就得找机会逼求生者救，跟时间赛跑。但是可以看到求生者还真救了，又是一波偷袭。那你这样3波助人，3波无伤，这就是成都狼队他们的一个运营啊。 而且小明他其实有道具的话，他还是可以回来这台机子给你压力的。是的，是的。那现在兔子移民继续追脸上的小蝶，但是要想清楚啊，这边小蝶是没有上过椅的人。对，现在小明就是什么呢？我故意过来破译这台的，其实这台我不一定要。没错，这台密码机是可以放弃的。 可以看到外面这台80多，你根本就不敢走。对，这下有点画地为牢了。对，被求生者限制在了花园，不敢离开。是的。
现在得想办法有新的一个上挂节奏才可以。哎呦，一个双惊喜，红球没有拉到，那得交个绕场谢幕。哎，这一波还是被扭掉了吗折了这个绕场谢幕出刀的时机有点不太对，所以没有打到。哎，不过还行，卡到了边缘。没错，那这样的话，新的机子已经开到了70。是的，而且外面半状态的气象是完全没有待在密码机边上啊。对，还补充了一个香水。守门人开门战也是有道具的，所以他是有机会能够拖起来的。毕竟兔子移民手上他也没有带挽留。现在穷者有非常多的时间去运营这个多跑啊。是。上球。看一下。姚路一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下来。是的。那这里准备换追莫偶斯，但是莫偶斯也是有他很能扛啊。对。这一波看一下地窖的位置啊，地窖的位置是在大推好像。应该在大推的位置。对。现在小蝶。我就在这里跟你玩了呀！他现在这个状态还能再吃2刀啊！先黏住吧，先黏住。在等绕场谢幕。没错。怎么说？沉默了，路易交不出来，怎么说？哎，但是能击倒吗？交出来了！我的天！队友来扛刀，来帮扛了，门是开了的，还差2个球。是的，这个地方想卡位但卡不掉，打到的是守门人，直接成都狼队跑掉了，是跑。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计。是的，是的，那50的胜率，而且其他的可能是平局啊。哎，是的，说明他确实操作的非常好。但我们理性分析一下，其实速闪打这个阵容，原点啊，中场的飞行家，红蝶河的园丁，2楼下的佣兵，以及甲门方向的火灾调查员。没错，右梯形悬点，兔子移民这里好像比较犹豫，现在是锁到了红蝶艇的位置。是的，那这个点位的话，脸上是园丁，应该会先跟着园丁走了。但是红蝶河这个位置到独洞的话，算是比较空旷的一个地形啊，它是有可能说利用。好的，这里先往园丁的方向走。纯弹射的园丁在独洞这个位置还是挺厉害的啊，有一波板弹，然后再补一波双弹的这么一个机会。没错。不过小蝶这里也是没有提前下板，所以没有用上这一波板弹，只能强行转进边上的双11，想利用双弹先绕一圈，没什么太大的问题。这把可是带有封窗的，其实封窗就可以把这个点位给处理掉了。是的，然后前面这边双板区一下，通过这个时间，快踩的压迫很强啊，身位一直贴得很近。对，我感觉可以继续把这个板子处理了，然后把它架在这里。但这一边踩的话，先用杆来先给个减速，对，成功减速到，拉进。墓地这里，哎呦，协同下板，2块瞬间拍完。但这个点位闪过来，有没有机会拿一刀？直接拿到蓄力刀，而且刀切比较长一些。是的，这2刀拿还是挺快的，手上有闪现，是可以在墓地的窗口完成终结的。是的。哎呦，好像是最后动了一下吗？好像是。那有点没有吃到这个闪现的话，其实救援位压力会比较大一点。小明无处遁形，他这个地方是不太好躲的。对，有点可惜了。那现在这个点位，小明卡的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兔子移民手上有闪现。没错，直接把这个伞丢过来。闪避开，哎，想闪一下吗？是的，想闪逼你救，逼你交道具。园丁是能够做非常久的一个角色。对，我觉得还是得去逼救一下。但小明的走位走得很好啊。是的，你面前的一波博弈，是这一波救援救得很完美，一波摇铃。没错。他直接往角落去了。对。他其实倒之前也可以把自己的椅子给拆一拆。是，可以看到小明那边是争分夺秒，甚至交了一个护腕回去破译自己的密码机啊。但密码机进度来讲，这把应该还是不太够的。因为佣兵的第1台被干扰到了，而且本身它的一个破译速度也比较慢。是的，那接下来这波救援的话，很关键，得看一下这个闪现能不能吃出来了，不然淘汰之后，下一个人再去面对速闪之魂有闪现的话，其实也撑不住。对，下一个人你不管是佣兵还是飞行家，被速闪给找到了，就有可能利用这个闪现快速的压住你的一个遗产。没错，飞行家的位置其实早就已经卡到墓地里面来了，所以导致兔子移民会觉得他可能从 S 板的方向过来。是。这边小果冻把人救下来，但其实园丁身上那个盾能不能续出来呢？
哎，直接续了出来，而且一个交出道旋停具。把小蝶给推开了。是那这个点二阶吸魂下去也没办法进行一个交互，闪现还是没有逼出来。没错。不好在佣兵的台一闪是可以补开，然后再去跟飞行家看能不能找机会进行一波调整了。对，而且如果小蝶倒地的话，密码机的话是来到了4台，只剩最后一台拉扯，其实还是可以接受的。是的。那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兔子一鸣手上是有闪现的，有二阶。如果说能够快速的找到一个半状态人去传送，去把他压在遗产边上，他这把还真有4抓的机会。他很需要现在有一个上挂节奏去打一波逼救，然后通过这个逼救去滚雪球。这里耳鸣起了，飞行家是往甲门方向走的，能不能排到小果冻的位置？再往前走应该要看到脚印了。但他是想再看一下独洞那边吗？脚印出来了，找到了，直接找了。哇，隔着2堵墙啊！感觉还是直接闪出来，没错。因为小果冻他在上一波的救援中，他是交掉了悬停，所以他还是比较难，没有办法规避了，比较难操作的。是。那现在487满状态在外面破译，有小明卡在中场。对，这里是提前爆点。是。3镇魂伞的效果应该是给到了，还是选择传了过来。现在487手上一个气囊，利用气囊先躲开。兔子一鸣根本不管这个气囊，487也是选择往墓地的方向带。对，因为知道你不可能说再往回走。是的。现在技能真空期这里得纯看个人的卡红光牵制了。倒回来，那对487来讲无所谓，因为前面的气囊还在。有刀吗？没有，但是有飞轮的。弹走，没错，在2个气囊之间游龙啊，这就是487，把第一个还给收了。手上还有一个飞轮，那外面的飞行家那边已经调整好，甚至脸上直接可以进行一个新密码机的破译。这一波牵制可以说是非常的完美了，是的，完全没有掉状态，而且把自己，对，他也把自己的气囊利用了最大化的效果。那现在已经只剩下一个飞轮的博弈，前面的话得看这个板子了，直接飞轮顶掉。再来个短板博弈，但是出产之魂经典的换血刀。然后外面是飞行家在进行破译啊，还是让佣兵在中场卡着，应该是准备让佣兵去翻这个道具，翻了根针。但把自己的状态也已经打了回来。是的。现在想要打一个比较经典的时间差，那无所谓了呀，那我佣兵直接去破译独洞了。你这一波追我飞行家要时间吧，我把独洞那边给压好，那火灾差不多。绝处逢生也可以交了，对吧？交完以后再去压独洞的密码机。没错。一个吸魂，但小果冻这边控制身位控制的还行，能进板吗？成功进板，但还是吃到了刀。对的。而且这里你要追出去的话，肯定还是得先破板才可以，这样小果冻可以再来到前面的2板。没错。其实都可以下了，对。2板也是逼你踩。没错。然后吸魂的 CD 还没好，这波直接要追。反向一个喷气背包，对，交出自己最后的一个单段，但是前面应该还是走不了，翻不了那个窗。感觉要倒了。兔子一鸣架住了。那现在有18秒的一个真空期，因为他是刚交过闪的，对于求生者来讲，这一波换位也来得及。关键还是看开门战，飞行家没有道具的情况下是怎么去。扛住这个，拖住这个兔子一鸣的时间，是因为他是没有底牌的，所以他开门战他可以直接用闪现去秒你。没错，而且它是一个2挂的情况。是的，这边密码机压好，但487跑得有点远，是防止被传。这想摇铃，针对佣兵。是的。这样子的话，你机子其实就不太好亮了。这样的话，佣兵开门战，哎，空地还是挺危险的，这里有可能弹不出来护岸。看一下能打断吗？直接吸魂跟上，小明前面这个板应该是不太好清的。下了，对。是的。那这边佣兵处理得很快，对，不过还行，墓地门那边应该是能点开的，就看兔子一鸣这里来拦火灾能不能来得及拦住。其实手是知道说这个时候闪现肯定是已经好了的。是的。一旦入身位的话，其实还是得有一个博弈的闪现，飞轮想掉了，487有机会吗？一个续再通过一个卡门，非常的精彩。先用飞轮规避你的闪现，再卡一个视角，让你的小白的续刀没法打到我。他对速闪之魂太了解，夹子的。对。这样的话，哪怕你火灾跟他拉扯，他也有机会可以去跟着你的气囊去勾上去。没错。就清掉你的气囊以后，我再跟上去。对你
我在单纯要牵制骆驼的话，无非肯定就是先把你的球往哪里交了以后往外弹。防止求生者进入墓地，他直接从墓地翻窗出去嘛，先布这个夹子，留一个伏笔，万一后面还能有机会用上这个夹子。没错，红蝶亭的方向会比较空旷，其实对于路途来讲，勾到建筑物是比较好去赶路的。是的，是的。那对他来讲，应该不会主动去找这个画家了，最好还是主动。墓地出来，并没有选择去窗户放一个夹子啊，他觉得去那边的话会干扰自己的一段路程，对吧？我得翻窗，然后再放夹，然后再拉回来，那这火灾可能跑远了。是的，所以他选择是2段钩，直接跟上了磊磊的一个身距。没错，那小天赋的话是点到了通缉以及幽闭恐惧。是的，通过狩猎本能继续追，而且好像有机会能够反绕到吗？磊磊这里是反应过来了。没错，看了半天后面没有，那应该只能从前面来了。对，这点位1段钩跟上，这气囊得稍微拦一下。提前交，确实也拦到了，而且成功弹了出去。这个气囊先清吧。对，看你的这个走位好像想回来再过来收的样子。是的，因为你再绕一圈的话，这个气囊是一定能够用得上的。对，这里想2波反绕，但磊磊就是我没有心跳没有红光的话，我就先再卡一会儿。没错，这钩子先交1段，然后到飞轮的话是好的。板区怎么说？不敢下，是直接往前走。这里要吃钩了。哦呦，预判的非常精准，有飞轮在骗。磊磊也是没有交这个飞轮，比较求稳。现在再往前走，前面的板子还在，但宠爱有闪现，这个考虑直接闪的。看这个地方感觉要闪了，这个飞轮也不太好交，其实交出来的话也不太能活。没错，那现在可以把人挂到 S 板方向，然后也确定2楼有人，因为守墓人提前跳下来，可以先把这些板子给清一清。是，想先往双11那边去放夹子吗？没错，补一下。甚至他脸上的这个板子，他都不着急处理啊，先把夹子给布置了。想了一下，还是要处理一下。这样的话，守墓人过来救人，这一波钩子的 CD 还差一点，想肥胖流，想再卡一下时间，对，感觉卡出来了。我说，钩子是能好的，但勾到人，淘汰进度很极限了，还在骗，还在骗，这能救下来？我天哪，还没过半。没错，直接下铲。心理能力也是非常的强大。对，飞轮先把这个夹子给过掉。没错，然后回头再补一个，现在就等下一个钩子的身位。这是过来了，这个铲子还比较多进度，还能想着说再帮扛一下。没错，直接打到，哎，抽刀抽倒了。这里感觉如果说直接走会不会好一点啊？就是因为有守墓人一直跟在你后面，他是能够帮你有机会扛到这一刀的。其实亲自下板我感觉收益不大，但反而风险会比较多一点。是的。这里往墓地里面挂，逼一下你守墓人的走位。你守墓人如果继续待里面的话，就可能直接被追的。情况会比较尴尬一些。你在里面的话，你其实修也修不踏实。因为他现在是有2阶的嘛。对。有2阶的话，看一下外面来救人的画家，反正还把脸挡起来，或者是的，哎呦，但空勾了。是的，他这边本来想着我脸不对着他，不让他吸，然后我再回头趁你不备的时候，我就把你打勾过来，你救。是。但是那个钩子空了还是比较尴尬的。对，这里得等画作，哎，勾到了，勾到了，想过来帮扛，没扛到。然后再解个叉。那现在可以把火灾调查员给挂飞，再去续下一波节奏。如果通缉到画家或者守墓人的话，他这把是很有机会的。那守墓人的位置他甚至都是知道的。看一下通缉到的杂技演员。没错，杂技的话就不是特别好了。2个人想要补状态，但是不太允许啊！现在的这个情况，宠爱是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没错，这边找到的是杂技，杂技的话还是挺有牵制路头的能力的。对，不过这个情况会把墓地的密码机给解放出来。没错，他现在全残，可以直接传的。就看他想再逼一下吗？是的，全残的情况下直接传，或者说快速造成一个上移都可以，但是他没有一个上移的机会，所以只能被迫传了。对。那现在外面2位求生者都是残状态，还得去破一台新密码机。感觉他们得先补状态，然后让狮子把这个时间给撑出来。现在宠爱有足够的时间去处理狮子。对。这个点位直接拿刀，然后再用2阶钩子可以继续跟。外面的没有再破一新的密码机。
终于也是把画家的状态给调了起来，其实他是没有卡皇光骗了一下，他没有震到了。道具已经没有了，只能往角落里面去了。现在把画家给摸起来，现在对于宠爱来讲，就看这一波手椅能不能拦到人了。杂技那边爆了一波点，对，那他可以确定是杂技在破译，来卡的人他一定是画家。宠爱准备直接拉出去，把这个1/4状态的杂技给秒了。那画家把人给救下以后，两个人得赶紧先把脸上那台这个破译，因为脸上他还是更多的。他现在怕就怕什么呢？怕被这个杂技给拖出来时间。对，因为球还是比较多的。没错。哎呦，这一场勾障碍，但是勾空了。是的，位置还是比较远的。有一点失误，不过求者那边是没有进行破译密码机啊，先让守墓人进行一个先补一下道具。中道具。对。其实杂技人还是比较能牵制啊！如果刚才立刻去破译的话，我感觉现在已经开门战了。平地躲勾都躲得非常好啊，周末。个人基本功很厉害，反而是星辰现在是有点在挂机的状态，这一波牵制就高强度牵制了。我觉得宠爱有点太急了吧？对，这3勾其实都没必要，你是完全可以勾障碍物的。那现在穷子要强开了，在你钩子的 CD 期间直接强开。这个地方还要尝试一下吗？想先破板。我觉得不管他了，直接去管门，把这个杂技放着让他开门都可以的，直接交球。但是这里先放个夹子再传。直接传吗？没错。画家那边是有画的，道具都很多，这里可以先飞轮，然后再把这个画给交出来。如果你不看，你乱挥，其实最后还是要看的。现在星辰就把你往角落去带。这边车子过来了，直接打倒，然后再往中场举。往中场举的话，守墓人已经在贴学校门了，这波感觉门是能点开的，应该要保平了。对于宠爱来讲，后面处理杂技的几波钩子空的有点多，太不应该了。是的，他连续3个钩子全空，你如果说提早个1个2个的，那么你就有机会把杂技给勾倒，打一个压起身。穷者他是不敢直接去通电的。没错，好像有一阵子没见到宠爱的艾维了。是，但是小说家他面对艾维的话，他有机会就是，来一个什么操作呢？我卡一个4角。艾维直接是找了一个孔就扎了进去，脸上是直接3个人的。我最想追的小说家是直接放在了大船的位置，对吧？如果想追击的话，还好的，先拉出来，直接往小木屋的方向走，先给到周末一个陶片附身。小天赋是点的狂暴。穷者这个阵容选点来讲是比较分散的，所以有可能会被附身很多个陶片。这里杂技也很聪明，假装进去拆陶片，骗你传了过来。但他实际还是想要找这个机上学家。没错，喷到了磊磊一口，然后直接传过来。侵蚀度，但还不到一个斩杀线啊。这里直接选择交了一个比较高的层云上小船。没错，没什么问题。对，那这一波的追击其实有一点点规避掉了风险，现在宠爱只能说把他的这个侵蚀值压在里面等闪现了。是的，因为这个位置你陶片已经提前交了嘛，提前交掉的话，现在就得看医生拉回来能不能有机会吼到一口了。没错，手上捏着一个强风，闪现是已经好了的，直接隔着板子把他给往后吹。没错，那这样的话刚好就不用踩板了。对，本体医生吼没吼到，吼到66的一个侵蚀值。是的。而且磊磊手上还剩了一些气象瓶，这点位有机会要反绕的，自己主动进去想要飞轮，但这里有闪现身位了，哎，没清成功也还行，但其实还是要被拿刀，感觉最后好还是会闪现收倒。因为他本体吼就是那波又补上了他的整个40点侵蚀度，再回去，但这一波有意识人的呀。你上小船的话，直接给你落一个陶片，然后再往上传，你不太好走的。2波都空了，但这里的话可以闪现。被波交闪了，飞轮预判闪现，但感觉预判的有点早了。我觉得比较可惜的还是他在圈内没有清掉自己的一个侵蚀值吧。是的，可能也觉得那个操作会比较有风险吧，万一交早了或者交晚了。
那这一波整体牵制时间怎么说还能接受，但是因为前期宠爱干扰到了很多求生者的密码机啊，是，所以其实密所以码哪怕有一点点差的多。对，哪怕上蚁时间是2分钟，但是其实求生者这边的破译的密码机并没有特别多，没错，更何况要面对的是胡锦春这样的一个大地图。是的，也拦到了石子，先附身一个陶片，给足了压力。新石子一点一点在涨，淘汰进度。对。哦呦，在吼之前，但还帮掏扛到了下来了一刀。对，但对宠爱来讲，他也2阶了。嗯。有一个2阶想处理这个气象，还是没什么问题的。是，但这一波没吼到75的一个侵蚀度，是的，感觉得出去再看一下附身，给他们叠一下了。2阶没有吼到，感觉不太应该啊。磊磊这一波躲的也非常好啊，密码机要接近3台半了。先管一下中场的密码机。牵制场已经拉得很满了。是。再往小木屋转，这个地方伊森的吼能不能再躲一次呢？哎，躲掉了。是的。那这里的话可以再玩板了，而且想头铁过直接被砸了。对。这一波他成功的拖出了很久的时间啊！是的，你想想，他第一波上蚁是2分钟，他现在3分半了，还没第2波上蚁。而且机子的话，马上要来到4台了。是，终于是吼到了。对，磊磊他的一个牵制基本上就是围绕着3窗以及小木来回的拉扯，他其实没有干扰到外面破译，反而是宠爱得自己花时间调伊斯人出去干扰。我感觉刚刚求生者是不是已经有点打算放弃这个气象了，所以他们提前去进行调整了，并没有破译最后一台密码机，然后后面气象成功的牵制了起来，就磊磊的这一波躲了好几口一身的对，一直是没有一个上挂节奏。是。那这样的话，求生者好盘了非常多，现在然后这一波可以小说家也出动了，可以2个人一起来了。对，小说家是有隐喻，然后有化险为夷的，时间是有机会能够拖出来的。没错，那你这个陶片下了就下了。我满状态的杂技，我根本不怕你的呀。对你一旦赶过来的话，这个像学家就敢满血。这野人还在等，得看这一波能不能打到下一针。小说家好像来的有点慢了。是的。能掏下来吗？成功掏了下来。但是位置比较远。是的，还是打到了。还是没能帮扛到。对，那直接上猪，想要去进行一波 OB。没错。那你传送回来打杂技，看一下这边医生还能再附身。求生者想强摸，应该是摸不起来的。传回来，飞轮顶到金石子，继续摸，还放手，星辰成功放手，能摸得起来吗？但是还想换位砸头呢？换位完2个人继续摸，还想帮扛，但小说家这里被侵蚀满了。啊！成功把气还是把人给拖了起来，对，没错。那杂技那边再次附身，杂技这个状态人比较多啊。杂技这个状态他是不敢破译的。是的，因为对他来讲，只要传送过去，我必倒。求生者89%的密码机等于0。那是外面的话，得先把陶片给拆掉了以后，再急忙去补状态。现在已经有人可以卡到这台遗产了，宠爱的运营时间又拖了回来。没错，但是你把陶片给全拆完了。他一时人拉回去找到你的气象，感觉也只是一小会的事情。其实我跟你说，最关键的是2个人倒在地上也是可以去找他们的。是的。但选择先附身完这个上光推，这气象学家手上是没有飞轮的，这一波可以闪现，直接交闪，闪现打倒。其实刚才那一波很乱啊，我觉得如果把那个隐喻用来板间的一个换位，配合野人砸头，是不是？也能够摸起来，而且求生者还不一定会全倒，因为他毕竟被板给砸在了对面去了。但是整体看下来，现在气象挂飞，杂技还没有人能来救。而且你要过来跟想打这台遗产的话，感觉是有可能被宠爱滚起雪球的。然后很尴尬是他们都已经交过自起了，是2个都没有绝处逢生。这里怎么说？先打了小说家，然后野人下猪救人。但是无所谓啊，其实他也可以继续把小说家对掀起来，直接挂在这里，因为你要救人，必定要倒一个人的。只要你没有人碰密码机，他就可以一直去追外面人的节奏。没错，这里小说家和野人都没有绝处逢生了。看抬一下杂技的位置，脚印是看到了的。没错，一口吼到了，这把应该是要奔着4抓去了。这个人还不起，他应该知道是没有，他不太确定，所以把人往外举一点，或者也觉得你可能想卡一个刚好的时间，杂技起来以后你再交。是，
这个点位周末还想过来救人的话，还是比较难的。虽然说有一颗球，但是毕竟他没有飞轮。现在比较尴尬，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个时间掏了下来，但是并没有办法给到他充足的时间去摸一下小说家，已经没有机会再把这个局给盘回来了。是的，带的是张狂线起不来。81的侵蚀值直接轰到，直接在墙后面。宠爱是在第3局的胡景春完成了一把4抓。可能会有点像啃硬骨头。骨头追小说家肯定是不好追的，但是如果说幸儿前期他的道具，许愿没有成功，许愿没有成功的话，还是有机会追一追的。是，但你如果赌不到点的话，后期肯定是幸儿带着一杆枪过来救援。是，但不过这个图话说回来，我许愿个小人书嘛，许愿个小人书，如果能成功的话，还是有机会。海边小，他选了一个比较折中的位置，结果幸儿是正好打了一个反心理，卡在了小船的角落里面。对，如果他在蹦米地的话，他是可以直接奔着幸儿去追的。那这一波反而离他位置。好的，进入比赛画面，出生在了海景房的位置，底牌挽留加闪现，选择去木屋追杂技。那这里窗户应该会先封上，先把夹子封住。是的，然后跟着绕。是的，小天赋点到的是快踩以及愤怒。哎呦，2个夹子。那只能被迫离开木屋了，往海边去牵制，直接跳球转走，身位拉的还是比较开，但是这个地方的话有一个空隙。是的，这个点位其实还是会被压回来，有机会能够勾。不过小蝶提前交了一波球，还行，因为毕竟入仇是比较害怕这种大型障碍物的。对的，勾到脸上，不太好交，来了，先拿一刀。小蝶这边是带了一个双弹加化险为夷的天赋啊，已经开始帮忙要 OB 了。来的有点早，但也没办法。如果再不来的话，一会儿闪现好了，对，等会儿闪现要击倒了。钩子已经好了，但是没有机会交。他想可能要等一个闪现升位了。而且他赶过来也是因为幸儿是摸有娃娃嘛。对，18G这个飞轮很关键，对，还好没有交钩啊。这边如果交钩的话，就直接被打断了，对，直接走地了。是一个预判，那应该要换追小说家了。没错，毕竟杂技你也不知道他跑哪去了，所以这一波继续跟，看一下18G这个走位隐喻有没有机会能吸出来啊？前面有个板在吸的，对。兔子一鸣也在防，钩子也已经是好了的，隐喻是已经吸好了。没错，直接交闪也是非常果断，因为他确定。小家已经吸了很久了，如果说再让你有一个等我走过去这么一个机会的话，可能隐喻交出来，我闪现的身位都没有了。直接当面用暖雨的话，其实有机会过来赶一下的。没错。再赶一下，他可能不一定能够把这个。不过这里还是想强行追杂技啊。是他想要让他们浪费这些天赋，浪费这些道具。对你化险为夷，反正交也交了，我继续打你的杂技，把它给留在遗产边上。没错。而且你现在小球家也是没有办法补状态的。是，一个原地的红球，求生者手上已经没有化险为夷了。对。如果说想让气象来把这个人保下来，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幸而是摸有一杆枪的，没有过来，那就单救了。看一下小明这里得拖到幸儿能够贴过来。这里要打逼救了，感觉得帮扛钩啊。是的。应该会捏个墙头。有飞轮怎么说？飞轮有点急了，被骗了出来。没错，但没关系，牵着往再次换往小蝶的方向那边去，对，直接原地挂了。那兔子一鸣也开了2阶了，他这一波是可以去拦截这个杂技的。是的，想的或者说他去拦截幸运鹅，因为他确定是船下这边。因为刚才看到抖动，但又不抖了。对，直接勾。还可以用肉身去拦一下，对，但是带有枪的，对，不太好躲，没那么怕你卡一个身位。是的，还要换吗？就把这4个人全锤了一遍，打残，然后而且这4个求生者已经有3个上过椅子了。想了想，还是要找这边摸了机子的小蝶。对 ，OK， 终于是冲着小蝶去了。没错，也听到这边的密码机进度不是很多。身位拉得很近，2阶勾很快，预判。对。但小蝶也是防得很好啊，没有给机会。没错。
这个点位翻过来还行，红球没有蹭到。这边二阶勾的熟练度还是比较高的。对的，通过一个缝隙勾到了。那求生者也只差最后一台密码机，但是对于他们来讲，这个杂技是可以再救一波的。而且状态已经是补好了。是的。直接选择传送，打得好凶啊 ！OK。 这一波小果冻也要上亿了，求生者4个，1个都少不了。一勾倒的一个情况，但是已经提前翻了过去，这里还在扭，这里感觉没太大机会啊，得过来。还行，板子没有被砸到。对，板子已经下掉了，牵制资源没有了，这里有机会勾到吗？勾到了，成功勾到，可以压一铲，但外面反应非常快啊！你可以看到成都狼队，他们每次你换挂，我立刻再开新的机，甚至我这个人还没上亿。 那边已经破译到了20多。对，虽然地图比较大，但是我现在没有留下3连，其实你并不是很好去控这个节奏，还是得说这个人不能守出去找一下卡在中间的人。而且气象有香水，所以这一波还是比较难进行拦截的。是的。还交出一个飞轮，感觉有一点点像误触了。是的。这里确定的气象学家的位置。 一个钩子过来，没有身位继续勾，但是他还是得担心后面会不会有求生者回去偷人。对，很关键得看这一波手艺了。但其实求生者密码机只要卡满还是够的，就看救下来以后，迅儿没有道具能不能拖得住。有一个手椅博弈，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密码机是已经压好了的，直接掏了。 直接打到针对，那迅儿往外跑，手上钩子马上好，要先处理脸上的小明吗？你可以回香 A， 没来得及回。对，那辛尔的位置他是知道的，虽然手上已经传送转好了。那对于兔子一鸣来讲，这把还有个保平的机会，气象也是上过乙的。 怎么说？那两边门肯定都是有人贴过了，只能管一边了。选择先找487，这里也是一个慢状态的情况。夹子先放，那这样的话，小明那边小蝶要去把它掏下来了。这个距离是能救的。飞轮先把夹子顶了，大门也能开。还有一个化险为夷。这一波小蝶是往海边去，小明手上没道具，应该是要，这钩子怎么？空掉了。 这钩子再次空了，但是还好杂技的位置比较远，他应该是来不及走门的。毕竟这个对焦就在小船，看一下这钩子先躲一手，还在躲。小明不敢再往椅子后往地窖外面退了，成功牵了起来。没错。这把如果能有多一个道具的话，感觉有那么一丝机会，或者是说小明他带的是一手飞轮，对吧？他有机会跳这个地窖。 确实是带了飞轮，但是 CD 还没好，很尴尬。对，那最终也是完成了一把3跑啊！真的没有找到幸运儿，其实我以追就是以干扰为主先，对吧？然后积攒这个愿力值，然后到一定时间内我再去进行一波追击，其实我觉得也会比较快速的一个击倒。对，因为本身博奖这个角色确实他不会说贴脸你才要确定他追你，是可能看他原要么选十字形，对吧？因为其实对于东玄来说，他也是意识非常清楚的，他就是要去追这个幸运儿，或者说我先去封你密码机，然后去慢慢追赶下去，那个积攒自己的愿力值。对，这样的话，其实像梦偶师那边可能密码机就会稍微难受一点点。要看天赋的一个携带。 是前面脸上的话是皮皮虾，但是已经在往2楼下的一个点位去拉点了。是的。但是跑到了脸上。这边是并没有去和谁追，那这样子的话，单板先一个博弈。但身位的话还是比较近的。没错。这个风的一个使用，对，还是命中了。是，这边拆个尾龙是没什么问题。拆掉了。拆掉了。对，拆掉了。一个强风的话，拆个尾龙是没问题的。对。 毕竟你前线还是已经被吹到了。对的，那这样子的话，一个围龙是照到了板区，但还好是没有交互点。交了一个层云进板，是直接穿龙。那这边的话，第2个笼子也废掉了。没错。那前面可能要平地拿一刀，也是一个半状态了已经。这样对于东玄来说的话，还是能接受嘛。你的道具其实已经被逼得差不多了。对的，一个围龙是卡住了点位，但是并没有把皮皮虾罩在里面。对，反而是把自己给陷进去了。是的。 那这样子的话，愿力值有点跟不上。看一下这个位置，还要积攒愿力值，把人困在这个大门附近。
是看一下密码机的进度，其实已经比较多了。这边再打一刀的话，还是不能进入到倒地节奏。没错，手上的话还有能量。来看一下这个龙的话，其实对于东玄来讲，一定是要一做到一个击定要击倒倒了，但很难。现在有个飞轮，这边一个陈云过来进板区，再博弈。那手上有飞轮在，看一下飞轮怎么交。飞轮交得好的话是可以规避这个围龙的。哎呦，一个强过板直接拿下了。但这个密码机的话，我觉得对于东玄来讲，要赶紧先去中场踹一脚大副的一个密码机。是的，也过来了，也知道这个进度是比较多一些。是，而且现在也只有这个密码机可以踹了，包括说他还逼到了枯草那边的一个怀表。把人往中场这边一挂。是。其实对于纯方来说，我觉得暴露了失常也是一件好事吧。就是虽然说密码机被踹掉，但同样有个有个幸运儿在。对，对后面的话其实进度会慢慢补上来的。对的。我们看这边。这边感觉是其他人都在给压力啊，中场是有个大副，那木偶师的话也是在旁边在观察，应该还是让木偶师来救。大副赶紧继续破译那台。毕竟都有化险为夷嘛，这边还是拖一下，扯一下。但化险为夷套出来的话，这里其实有一刀的机会，选择摊一刀。毕竟也不能变身啊，他已经是选择帮皮皮虾这边拆龙了。对的。其实这一波的话，其实东玄的节奏是一直被求生这边有点追着赶。就现在会比较难受，你看到这边愿力值也不是很多，然后击倒之后外围的马机也是来到一个3台半，然后看到第5台也是在起了，再往18那边马机挂一下吗？没有，选择直接挂在了甲门附近。那这样中场枯草那台是可以亮掉的，对。然后剩下的2台位置都会比较远，而且18那里还是个娃娃在修。但手上一个怀表，愿力值来到100，有一个拦截的说法。不过2个人来的话，其实还是不太好拦。对，我觉得没必要。但这边是摸了把枪，选择用枪去辅助一波，还是想保一下气象学家的，毕竟他已经没道具了。但是这里哇，打到了要怀表状态下的大副。对，那还是把化险为夷给套出来了。这里18也不着急啊，我先给你扛一下伤害，拆龙，不行的话我再帮你开枪。手上有枪嘛，不着急。不着急交的。这边围龙罩住，好像是没有罩到，哎，罩到幸运儿了，可以。那幸运儿的话，这边再帮忙扛一刀。是。手上有把枪，要不要选择这个时候交呢？没有选择交，怀表再摇一段。对东玄来说有点着急，现在必须要赶紧去结束啊，因为那边的话，直接傀儡在破译密码机了。是，已经是有点要够了的一个进度。对的，哇，被砸头。没有过板刀了。对。那这样的话，应该就是能够牵制到密码机压好了。对。啊，枪再一开更稳健了。这边再拉开。密码机直接压好，另外一边97、98。不过追击幸运儿的话，他倒是没有这个弧光返照。对，不过他是胰岛也有。但我觉得对，还是得通电，已经通了。你刚刚的状态也不太支撑他们再来救援。对。因为这局他们那个回光返照的话是只有大副携带了嘛。对，其他人都没有啊。这里的话，看到有人点，因为如果你再挂上去管的话，这个门可能已经开了。是的，但枯草这个位置有点尴尬。对他毕竟已经没道具了。这样对于东玄来说，我觉得机会还是很大的，因为手上还有底牌。另外一个门主要是还没有碰到。对的。刚刚的话，娃娃虽然离门比较近，但是因为本体他是在专心的保人嘛。对。现在该是起不来，然后2个人挂上之后。还有底牌的说法。对。但对东玄来说，敢摊吗？直接传送落地了。是，这边门确实也是没开。而且2个脚印可以去抓这个往回脚印，对，往回救人的这个，另外一个人更远。照到吗？照到了，这边骗一下飞轮。那这个笼子还在。对。他现在有点没有办法贴回去啊。这个笼有点太大了，对东玄来说有点吃力。那手里的愿力还够，再交一个笼子也是直接击倒了。选择平地直接击倒，另外一边能救到皮皮虾，但这个位置再把气象学家挂上，气象学家是一个挂飞的状态。挂飞的状态，没错。而且另外一个门其实进度比这个还要更少。还要少。对。那现在有2个跃龙的说法吗？看一下能不能直接到脸上。有一个人在点门，另外一个去救，我先拦这个门。哇！那边能救下来，但是这边能锁定2个人的位置，我可以先补挂木偶师。对，这2个人刚刚扯下来。一个龙感觉可以罩2个人呐，这个位置。然后18现在手里也没有任何牵制的一些天赋跟道具了，他的飞轮也没好。对东玄来说不着急，现在慢慢处理，对吧？但是看一下这里人绕过去墓地，但对于东玄来说，我觉得是足够时间挂上了之后再去管一下大副那边的。对，哎，不挂，这边人起来了，起来了，对。
因为挽留是结束了嘛，所以说这边吃一刀把人救下，那感觉是应该有一个跑1的对局了。因为墓地门的话你是管不太到了，对，而且这边还要看你在这里处理自己木偶交了，等一下，看看这里又要选啊，门点开了边，对，传送还差几秒，没办法，这还是管不到的。可以直接去找一下信源的一个位置。没有自己交了，其实我觉得没必要去管木偶石了。对，因为确实是当面交的，而且是刚刚交的，这个应该对于东玄来讲是很清楚的。是的，现在就找一下信源的位置，对，找到18的位置。因为你这样的一个，接到脸上看出刀，反钻回去，这边进板有博弈的说法。那这边是个黑龙，没有办法交互。但另外一边去摸木偶石的话，代价太大了，我觉得双方没必要去拼。这边也是看一下你会不会想贪，把木偶石给摸起来。但我觉得对于枯草来讲，实在是没有办法承担这个后果。是的。对，如果过来的话，可能就4抓了。但是如果你要挂的话，会不会有想法呢？看一下枯草那边还是走了，没想法。主要这个点好像你就算救下来的话，两个人想要走门，对于现在的跛脚羊来讲，他的愿力值基本上已经是满格了。对。就我现在就不挂你，对吧？耗着。等你枯草那边爆点了之后，你看你出不出门？你不出门，我在月龙到脸上，你怎么办呢？反正两个人的自愈都已经交了。对。两个人在地上也就不担心说有走地窖的一个风险了。是的，想预判一下排下点排耳鸣，但发现这边耳鸣一直不在，点被爆了，可以等到爆点，确定到这门口。是的。主要东玄这边他的一个愿力是比较充裕的嘛，所以说赶来赶去是非常方便的。但能看到，其实求生方这边还想去争有一些想法，对。但是两个人都在脸上，我一个围龙罩着椅子的话，其实基本上你是不太能下来的，对吧？这里围龙罩住。木偶师的话，其实他之前也没有说是我上野就飞掉的一个状态。对。它是一个1挂，然后还是选择了一个头像，那这样的话也是在第1节奏了。对。也是像我们刚刚说的嘛，同样的就是你前期要不要考虑一下这两个人的一个点位，能不尤其是像信源，毕竟火不要给这个气象学家，对吧？然后自己还能有个信号枪，是吧？这些道具都是信源去弄出来的，不然的话其实很难活到开门战，是很难的。对，所以说，但这个还是建立在他前期没有被追击的情况。对。但看这个选点，来看一下2楼下的话就是信源已经是上到楼梯上了。对的。包裹的话也没有着急去摸，现在是个怀表。但这边那个脚印漏的会比较明显一点。对，漏的比较明显了。把这一拍，这边也不着急，愿力只等到80多再进行追。我对于玉林来讲，这边的板区资源会比较多嘛。是的，要卡一个交互点，给一个黑龙。但这个龙没有到。对，第2个才照到，而且这边是提前交出怀表了。 2个龙，然后怀表交出来的话，其实双方都不亏啊。就我毕竟怀表交出来是规避了2个尾龙的一个伤害嘛。对的，而且第2段的话也摇到了，这边2块板一下，对于香木来讲，也暂时也没有什么办法。密码机的话，其实已经比较多了，而且对，手上看下飞轮。 应该也大概知道技能会转好了。对，这还是拖时间，但没办法，还是给到一刀。不过现在已经是3个笼子了。对的，那手上闪现也好了，这边有空地，感觉一个尾龙应该要把召回来了。他那个走位好像就大概率知道，对，牵制不了了嘛。对，我要往角落里去倒一倒，因为密码机进度其实已经蛮多的了。那现在其实。 对，整体密码机会上挂之后来到一个将近3台嘛。他们是火灾跟守墓赶紧2个人合抢中场，因为没有交技能，害怕你也带个失常。对对对，把中场给踹了，所以说他们直接把63的密码机先放掉了，因为距离会比较远。这个话守墓人正常的，哇，他这个震颤直接是出了笼子的范围。对，正常救援还耗了你2个笼子。哇，那这样子。 虽然还是要倒，但这个救人确实不错，赚了很多。这样让香木后期的话，手里的一个愿力，目前来讲还是有点跟不上的。没错，主要也确实一直没交技能嘛。他们还是说，你既然技能逼不出来，我先把你的愿力给耗一耗。对，但现在如果说要去保平的话，其实还是缺一波陪跑的节奏啊。得把这个信源保一保，包括说他没有回光返照。没错。
那感觉陪跑的话，可能教授会好一些啊。因为打到后期的话，你3人残局的情况下，其实对跛脚羊，我觉得优势面还是很大的。现在其实还是跛脚羊的一个大优势。看一下这边围龙，那至少给召回去了，得把密码机骗就骗出来。第二个里面给直接弹过去了。对，这边围龙掉的话，距离很远。对你可能还要画一个笼子才能追上。没错，那选择不帮忙吗？直接让他自己溜。想保一下自己的状态。因为这样的话，可能也是刚刚讲的，你就算淘汰了第一个人，然后后面其他人状态跟道具，你还是很难去续个2手节奏。是的。因为刚的密码机2台20，其实就算教授保到2台70，人挂飞的话，自己状态也不好，可能还是会给到跛脚羊很大的一个翻盘面。对，还是有点难。是。现在的话，其实3台密码机都在起，那对于仙木来说，我必须要很快速的击倒一个人才行。也有说法，毕竟他手里的这个技能闪现还在，对，都在的。他是想要切技能，还是用它去终结人都可以。看一下这边还是想排甲门这里，但大龙其实一直注意着仙木的一个走向。他提前卡到了一个死角，能够观察到监管的一个动向。没错，那这里的话，目标感觉是选择墓地了，但墓地那台已经马上亮了。对，来到2楼。2楼这台其实跟另外一台都是30多的一个进度。对，而且守墓人在脸上，对于仙木来说不好追吧。甲门那边在起了。3岁也是提前拉开了，好像你现在也只能去找一花，找一下守墓人。对。那对于花来说，我正常去拖出这个铲的时间，是吧？我这密码机就能拖够了。其实你这个笼子在我下铲的时间内已经差不多要。对。这边还能再拖，密码机来到80多，另外一边2楼也有人。脸上。对于香木来说，想去传送去打一手遗产。那这边大龙它毕竟也是一个满状态，包括鳞片的 CD 已经是好了的。对，2楼的密码机已经60的情况下，这边很容易撑到这个密码机压好。没错，看一下，哎，里面骗了一手，但没关系，还有第2次，第2次弹到了，那这个龙可以拆掉。密码机已经马上要压好了，主要刚刚2楼跟守门人倒的位置离墓地门都非常近，你在开门站临近的时候是把传送给交掉了。现在对于大龙来说，手上有个飞轮，这个飞轮可以留开门站。就规避这个围龙去用，那密码机可以选择直接通电，飞龙直接钻过来，飞轮直接塞过来，然后传送没好，这边击倒比较快，但门也同时压住了。没关系，现在阅历其实不太够的，所以只有50多，是不足以让他从这个门赶到另外一个门的。往中场挂是减缓自己赶过去的一个路程，但是门的进度实在太多了，太快了。对，这边的话阅历值够了，但是同样门已经快点开，再来个围龙照过来，2人出门，那也是成功拿下这手平局。也是在对面选图的一个情况下，朱雀这边是哪不拉开身位的话，还是在我的双重惊喜跟本体的一个绕场谢幕之间嘛？对，我还是能够做到一个快速击倒的。如果选择移形的话，可能就摇摆要去追这个亏小手跟空军了，对吧？移形的话，我是追亏小手也能追，一个火箭拉走了我。其实追空军的话，我大不了前面快点把你这个枪吃掉。相对来讲，空军的位移能力还是比不上其他角色的。看一下天赋线，看一下还是玉林的空军。看一下，但这边双重惊喜直接上到了一个标记啊。对，你看第2个双重惊喜还能再给一个，哎，同样的是一个粘土的标记，对。而且玉林的话也是躲了一下，预判他要进板。那这样的话，这边还是还能再绕一圈，因为没带封窗。看到了一个焰火。看远程的这一个能不能给到白色的标记？哎呦，这个走位非常好。我觉得对于玉林来讲，也是要尽早把道具交一下。是。但其实2边都还在博弈这个道具嘛。对对对。来一个移形一交，但移形有点，我觉得，有点着急。其实可以，你就算移到脸上的话，一定是枪比你更快嘛。是的。移形的声音一出来，求生就可以做准备了。这样子的话，飞轮直接，我不管你能不能上道，我先躲出你这个双重惊喜一个范围。还是给粘到了。现在也是开了1阶，但毕竟现在身上没有任何的标记啊，你只是多了一个空中飞人。没错。还是有牵制的一个机会，对的。这边干冰舞台跟焰火感觉可以叠一块，能叠到吗？有一个旋转，但没有转过来。绕场谢幕没绕到。哎呦，双重惊喜给了一点。哎呦，还好一个空中飞人过来是接到了1刀。不过这个牵制的话，其实已经密码机的进度会比较多了。对对对，
我觉得这波牵制很成功了。对对对。首先移形过来是没有刀的，然后信号枪的是没问题的。是，包括说他第一刀吃的一个时间会晚很多。那这样的话，整整3台，因为这把化险为比较多，其实救援上也是可以让其他人先来救一下。没错。那大龙这边第2台都已经齐了，对的。而且你移形暴露了之后，对于亏小丑来说，我是可以进行一个辅助的。对的。就看一下这边保一下队友，要么无伤，要么说不让你去追一个双倒。对，一会儿过来，双惊喜逼出来，这边还有个双惊喜，但是火箭是没有给到眩晕。对的。直接被躲掉了，不过也给到了飞行家救人身位嘛，你没有那么多时间贴移给我上标记。主要是不让他摊这个双倒吧。对的对的，就是你不能一直黏着我。这样的话也是正常吃一刀救人，不过就是稍微亏了一点密码机啊。没错。慢慢的处理一下，这边火箭感觉有这个机会，差一点点，距离还是有点远了。然后星梦提前有看到你在这里啊。因为耳鸣在嘛。对，而且通道比较长，我是可以及时放下来的。对的。这波的话，对项目。哎，但一个移形预判位置，我刚刚想说，其实他能预测到你在附近的，他可以打一个手语拦截，有机会救不下来。但现在的话，因为你的移形跟空中飞人全交了，这边可以无伤救下来。无伤救下。而且对于朱雀来说，他们目标很明确，这一局我是没必要去跟你打争胜局的。对，这边先交一个窗弹，拉出身位，再一个飞轮。被人躲。现在已经没有分身了。对的。说隔窗给了一刀，那就往角落里倒，因为还是在一个化险为夷时间内。而且你移形交了，现在密码机是管不到了。对，应该在海边那边。他们已经可以说去安排破译跟贴门了。好像是海边那边。对，就海边。很远很远，对的对的。那这个密码机你怎么过去呢？你先把人挂上，2个人一修，大龙那边已经贴门。是的。而且其他人的话，像气象跟飞行道具还都比较多。对。已经是能压好的状态，他们一人贴了一个门，一人一个门，对，至少能保证先走一个。啊，密码机通电，哇，3岁交了背包，对，一花感觉就是我也不走了，我现在是你最明确的一个目标嘛，我就往这个2个人点门的一个3角中间去走啊，对，这样你去管哪个门都不会特别近。就是说我直接往海边走，对吧？是的。一个最远的角落，飞轮没有交出来，那这样子给到一刀击倒。这边的话，空中飞人交过，所以说也看到右下角的 CD 啊，没办法赶到小门了。对，以及技能的话也是没有好嘛。对，已经还有20秒呢。管不太到，这边的话点了门也是直接可以交背包出去的。对的，那这样子的话也是要赶紧走啊，不然的话可能会被远程打一下。对，一个平局拿下。那对里入殓加火灾的话，已经完全把艾维给防死了。对对对。看到这边的一个选取率也4次，胜率也是达到25%。这样的话得看一下球场这边的天赋，要花时间，可能封一下甲板呢，或者是封一下窗口。对，这个时候入殓是可以直接就人先走了。没错，也是选择在了海边，那索性就直接来个1v1。对，那你既然等好了，那我也就来追一追。好，来看一下。直接交钩，但是18这边的话，因为刷在了下面啊，所以说身位拉不了特别开，而且灵柩也是放在1楼了。2钩直接身距拉得很近，感觉第一刀就马上要进入板区博弈了。是的，所有的这个陷阱也是数量比较多了，现在。对，先铺一个夹子，哎，一个出钩，感觉到有了。对，而且这个夹的话，你还要稍微绕一下。是的，这样子的话，其实这个身躯还是拉不开。等下一个勾 CD 好，不过18这边的飞轮会更慢一些啊，有点难去躲。把它处理一下 ，OK， 可以把窗户的这边夹子铺一下。哎，没有选择，是给到了一个翻窗机会点。勾，还在躲，但知道你要躲，直接近身过来博弈一下，飞轮好了，看一下，骗出来哦，没骗。没有交，对，主要你也没有交钩了。这击倒还是非常快的，因为你本身是个移形嘛。如果你选择反生的话，我会很快的贴到你脸上。对，台半密码机，但是我觉得得反生，得反生。这个密码机的量，现在调人来救反而更亏啊。对的，更亏一些，会更慢。而且因为距离比较近啊，你本身是有一个8秒读秒的，所以说东玄这里也不交技能了，直接就拉钩过来，交一个窗弹，但是那边是被封到了。对的。应该是选择交化险为能往海边里面倒。哎呦，有一个就倒里面了。对的。这个飞轮其实交不交的也没什么可牵制的机会了。是。
那就是2挂之后，发现密码机这边3台嘛，将近3台，可能救援位那边会稍微慢一点，而且他也不能贪，对吧？因为路头的话，救人还是有压力的。没错，但是能注意到密码机没有亮，所以说大概能锁定到是这个方向过来，而且耳鸣响起了，看一下能拍到吗？应该会在一些，尤其是中场这块大石头。找到了，看到了，这边出勾没勾到，对，应该是想勾到附近去的。大概率以前的话就是平 A 刀。对，那就早打让他早救啊，因为已经没有博弈震慑钩的说法了。勾过来，是开了自己的2阶。对。有一个正常的击倒节奏嘛。那除去中场之外，剩下2台的进度还是会比较少，主要东玄现在手里是有技能的。是的。中场你还要补，现在你还补不了。他们先要调状态。对，心理这边在移情了。对。看一下，状态以上。然后知道大船这边密码机在动，移行过来，移到上2楼。因为大船这边之前也有安排过一些夹子，包括说板子可能也用掉过一点。对的，一勾过来贴近身位，再勾一下，感觉有平 A 一刀的说法，先布夹子，对，不给你博弈的说法了。现在要赶紧出去啊，想多拿一点伤害的。对的，一勾加1刀。主要刚移完琴，它还是有应激的存在。中场这边补开了，但是大船密码机的话，皮皮下来尽力带走。是，已经是带到海侧了。而且他们另外一个人的位置特别远，在双11。对。这也是这个图的一个特点啊，就是你来回补密码机的时间会比较久。是的。你让你已经移过琴的心理，包括说本身也没有带飞轮去撑的话，也比较难。那这样的话，就是让远处的马尾过来去救援，然后枯草去修一下2楼的密码机。感觉是要换位吗？马尾这边的一个路线。但东玄这里肯定会觉得，如果那样的话，你们就压好了。对的。所以说直接过来去干扰，让你们再去多修。再怎么样都要拖这个传送。对，这个密码机可以先封一下吗？好，直接去追了。看到脚印了。他觉得双11那个人不管怎样都不可能贴过来太快啊。对，而且枯草这边有2个护腕，其实要追的话也没那么轻松。那边心里能不能卡到半啊？哎呦，刚好过半。刚过半，对。他其实已经交了气囊，在往这边赶了吧？他身上都没有道具了。是。所以说现在你还只能摸他，不然他是个挂飞。那这边的话，钩子虽然说没有断，但一直没办法近身到枯草的身边。那这里进行了一个反绕，有机会到了，身位已经进了，你现在手里还没有护腕了。护腕已经交完了，这边一勾说法，怎么说？过来。勾到了，没办法。对，一勾1刀。现在也是尽量带离大船这台密码机。然后技能也好了，这边补完状态的话，其实对于东玄来说，能判断到位置大概就在附近的。对。但这里先处理一下气囊，不着急，因为现在大家离密码机都非常远啊，知道你不会那么快的补上的。主要是2节钩啊，现在没道具，那不是随便打。好，再看一眼。密码机不晃动，还在注意。的话，马尾那边也不敢上去了。但是这里应该是能看到海边的残影，能看到吗？看一下。这其实密码机留的会比较近啊，都在大门附近，船上、船下跟大门。往海边要去拍耳鸣了，耳鸣响起。知道你大概拉走的一个方向啊。但这个点位能不能找到是比较关键，因为这里的话范围还是挺大的。哎，怎么说？没看到。但是马尾现在也不好拉走。好像看到了。他只能一直躲在那里。再正过来，有一勾的说法。勾到，没办法，有个飞轮也没有交。那另外一边的话，摸起来其实离密码机还是会比较远，这边已经是一个一勾倒了。是的。得看飞轮能不能把钩躲掉。有点难，但可以尝试一下，先勾过来板子。但其实东玄这边也可以选择不勾人。我一直勾建筑，给你震荡减速，然后给平 A 就可以了。飞轮是进板了，但钩子的话还没断，那这没办法了。倒了。而且密码机现在兴起了。对。然后右面的状态没有补好，哦呦！但是他摸了个针，只是他从摸针到补好再到救到这个人的话，可能他要过半了。对。因为距离太远。然后对于东玄来说，现在是可以直接出去找节奏的。为什么？因为你这边是一个过半的心理学家，只要我能抓到佣兵救人之前把你给淘汰掉，剩下2个人路头是很好打的。没错，这边给1刀先，钩子能不断吗？看一下能续上吗？续上了。可以，那这样子的话，心理其实不好牵制，距离拉不开。对，还是能够马上赶到。他现在没有躲钩能力，
再搞一个预勾，这边只要贴近身位，减速，哎，躲掉了。但身位近，只要能出刀就可以。另外一边看到你救人，知道你密码机是不可能补上的。对的，而且密码机是大船的呀，你这边上大船非常久的一个时间。红海色不管是到大门到大船都很远啊。那把心理淘汰掉，这边钩子 CD 刷新好，两个人一起在修大船，继续赶路。大船密码机马上压好，但是对于两人的开门战都没有道具的情况下，要保平局好像有点困难。对，哎，东璇随便抓一个人就可以一直追着他打。对的。现在亮了，对，密码机亮了之后，直接赶到脸上，然后火灾直接掉头了。两个人其实都不敢轻举妄动啊，都不敢动。是，那这里的话，这里好像看下来，只要勾到就是一刀倒，再一刀。另外一边他也知道火灾调查员没有走远的。对，这边应该没有注意到。好，那也没关系，先把佣兵给挂上也可以啊，因为你从这边再去，不管。只要不是脸上的门，我这边传送是会先好的，就没关系呗。对于他来说，现在3抓就够了，3抓就够了。对。然后我到处排门，因为2节勾的话，其实我觉得东璇他这个骆驼还是很灵活的。是，包括说那边也不是第一时间贴门，如果一直往那个方向勾的话，甚至可能会起耳鸣的。那耳鸣消的方向来说，是能去猜测到往海边走的。对的。比如说东璇这边也是一直赶路在往这个小房去。然后先排一下门，小门的位置。对，主要手里有传送，他也不怕你回来偷人嘛。没耳鸣，那传送回去，钩子还能不断继续上钩。确定没有耳鸣出现的话，你还没有进到一个救援范围之内。对，然后再去海边锁定一下位置，看一下有没有人。这边有个地窖，但是要不要也封一下？就是偷点大门了。点大门也没关系啊，只要你不救人就可以。对，这把只要3抓就已经拿下了。包括说净胜，其实3抓4抓也都是一样的。看一下能不能注意到，好像注意到了。到了吗？要把钩子续上。好，不能断钩子。那这样应该是有个极限捞人吗？看一下极限。给飞轮躲掉，掏回来吗？掏回来。往回打。回打。哇！我的天！完成了一个4抓。那这样子的话，也是成功拿下4抓，恭喜朱雀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哇，一个干净利落的2比0。今天真的是朱雀这边，无论是求生还是监管嘛，一直是一个双向奔赴的状态。